大家晚上好，大家晚上好，我在我一个闺蜜家里，我在一个闺蜜家，今天怎么没有穿很性感的衣服？对，今天穿的一件比较保守的衣服，我在北京，你们知道吗？这里那么厚的雪，超级厚的雪，超级大的雪，妈呀，我都多少年感觉没有见过这样的雪了。对的，在北京，然后明天回上海，明天回上海，太大的雪了，我的妈呀！你把刚刚那个再打开一下，这个吗？是这个吗？啊，它已经在播了。你看看它那能不能听到我的声音就知道了。我现在已经不是小时候了，现在就是我在外面看到很厚很厚的雪，我都不愿意用手去摸，太冷了，超级冷啊，超级超级冷。我怎么啦？哈哈，怎么还有人觉得看到我啊，看到我不高兴吗？嗯，来吃涮羊肉，来吃涮羊肉来了，到了吃涮羊肉的季节了。大家晚上好啊，大家晚上好。以前的直播回放现在可能没有了，现在只有两三期的回放，在你们今天看我直播的这个小鹅通是可以看到的。然后呢，你们可以在我们的朋友圈里面翻一下，小助理有没有发过直播回放？社群里边你们问一下你们的管理员，是可以要到前面的直播回放链接的。对，要不然的话，大家就只能看一些粉丝自己录的回放了，就不是我们自己官方的了。对，微博没有了，咋办呢？没有啦，没有了，很多很多账号都，嗯嗯，这个可以后台的，这个可以后台。精神，我刚睡醒，我刚睡醒，我刚睡醒。对呀，没有了。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没有收到，我没有收到什么通知，但是就是用不了了。我自己能看到，但是你们看不到了。我的微博我自己能看到，但是你们看不到。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有收到通知，也没有收到私信。就是这样。我们开始那个，我们开始连麦，好不好？我们开始连麦了啊。哦，对了，那个大家把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看一看啊。右下角的小黄车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团队的服务，包年服的这个语音，还有包月的文字，还有专门针对哼哈10点半的探爱听诊单次，还有我的闺蜜圈啊，大家都可以在下面看到，还有我们的金贵的关系。然后呢，这个月底我们会有哼哈的这个杭州线下的跨年专场活动，哼哈线下的杭州跨年专场啊，然后大家现在一定要去找你们的社群管理员，或者是找我们的小助理去锁名额。因为我们的名额是30个名额，明天早上10点钟正式发售。然后现在我们已经有100多个小伙伴报了这个名，但是因为现在价格还没有出来，我们的价格会在明天早上10点钟的时候正式发售出来，好吗？现在想着看以前的直播回放啦。我跟你们说，我们以后要越来越难了，你们懂的啊，你们懂的。我们以后会越来越难，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进入到我们的朋友圈里头。哎，今天他的那个朋友圈二维码没挂呢，一定要进到我们的朋友圈里头，这样的话就不会走丢了，好不好？最好的话呢是加我们正版的金贵的社群，买金贵的关系，加我们正版的金贵的社群，好不好？对，
本来你们看，我已经跟大家说了，我说年末嘛比较动荡，我说我到1月1号之前就在这个单平台直播。1月1号之后呢，我应该会正常慢慢的到大平台上直播，但是我的微博可能没有了，可能得我重新再注册了啊，好不好？来，我们开始连麦吧，一切还是都是正常啊，我们所有的连麦都是提前预约、提前审稿，然后呢，我们正常的1v1啊、咨询啊，还有我们杭州线下的分哈都还是一切正常。OK，我也想放出来呀，可是我没有，以前直播回放我也没有，宝宝们，以前的直播回放我也没有。来，我们开始连麦吧。大家可以看到右下角这个微信弹窗弹出来了啊，是第一个是干嘛呢？第一个是谁？清风。OK。喂，你好， Hello，你好。你好。你好。那我现在直接开始说了。好的，我是90年的，然后颜值8.5分，多才多艺，现在在香港读研究生，平时呢就是对接一些事情赚点佣金，然后父亲是大学教授，舅舅是上市公司董事长，以前男朋友都比较优秀，然后男嘉宾呢是85年的，他为了规避风险，2019年的时候扯了快乐证，有2个小孩，然后跟我说跟前妻没有爱情，也没有10点半，资产情况不详，他家庭普通，事业属于上升期，未来可能10到20亿可能没什么问题，然后跟男嘉宾谈恋爱2个月。我们两个第二次在一起是，在我家，就是，当时家里面布置的很温馨，然后我给他做饭什么的，他那天觉得很幸福，就那天是我们感情是特别升温，然后他15天以内给我花了25个 W，主要是用于我香港读书的这个房租。然后我觉得很难得，因为他的性格是不是随便跟任何女生这样花钱的性格，见过我2次家长，给我一开始说的是未来想跟我生小孩，但是我们后面10点半不是说特别的和谐，还在磨合中。然后呢，他是，分手的原因是他知道我跟一个男生去看电影了。然后我已经跟他解释了，只是朋友，但是他不听，非常的绝情的跟我说分手，然后我这个事情就非常痛苦嘛，然后就非常的绝情，我是15天基本上都没有睡觉，也跟他身边的朋友在讲这个事儿，就后来没办法了，后来20多天的时候，我又跟他说，我说我BTC 账户里面，就是如果卖了的话还有900多万，就说因为他说他之前账户被封了嘛，我就跟他说，如果说如果他有什么需要的话，我这900多万可以拿给他周转。然后就在过了几天呢，正好他大哥跟我也是好朋友，他大哥呢就知道我很痛苦嘛，就组织我们见了一次面，就大家好几个人。见完面过后呢，但是没想到的是，他第2天就还真的找我要这个钱了。就第2天他跟我说，他账户打电话过来跟我说，他账户的事情已经解决好了，但是呢，还有其他几个比较确定的项目可以赚钱的。他说，那大家，就是说那大家可以一起赚钱嘛。他说，那要不然也无以为报什么的。但是呢，他的方式让我觉得有点。就是他当时是说让我直接把现金转到他的银行卡上，他说让他直接给我一个银行卡号，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考虑一下，
然后第二天呢，我就跟他约时间说，那我们这个事情就具体哪天见面具体详聊。他反正就不急不慢的，一直我们没有约定这个见面的时间。直到上个星期，本来我们约好的见面，结果他放我鸽子了，然后我就比较不开心，我就给他发了一次脾气，说他不尊重我，然后他就给我道歉了，给我道歉了过后，然后那我们最近就没有联系。前2天我又故意请教了他一个生意上的事儿，然后他说帮我查一查，就情况就是这么回事儿。然后但朋友他们都说这个男的不爱我了，但是我总觉得就这2个月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的这个相处，我觉得能够感受到他对我的喜欢，我就现在还是想争取去和好。我现在就想以朋友的这种方式，或者故意找一些什么生意上的事儿去问他，这种方式去跟他和好。你这个钱没转吧？钱没有转，钱没有转。妈呀，你太吓人了你！你可别把钱转给他，你想怎么和好怎么和好，你想去舔你就去舔，你可别把钱转给别人啊！对，就是因为上一次本来是说要约见面谈这个事，我其实他这个方法我当时也有点惊讶，我觉得不是他的性格，我觉得大姐，你是这样子的。知道吗？什么叫不是他的性格啊？你现在说这个话好愚蠢呐！对，我就觉得，即便我要给你借钱，我其实也觉得你应该给我打个借条，或者你说有项目的话，那我们应该具体谈一下这个项目是什么，那怎么样去一起做，不能说直接给我一个卡号嘛，这个我也觉得有点奇怪。然后那反正现在就是因为上次本来我是说约他见面要好好谈一个这个事儿，但他又放我鸽子嘛，放我鸽子的话，那这个事情我也生气了。我也生气了的话，那么就是说给钱的这个事儿，就现在肯定他也不会再给我提了，就划掉了这个事儿。那可不是这样子的，那可不是的。他现在发现你脑子蠢了，转一圈还会来的。发现居然还有一个女的主动跟我说要有900万可以借我周转，到时候他转一圈就会转到你这儿来的。那我现在但是还是想跟他和好，怎么办？你想和好你就去找呗，舔去呗。那我现在我的意思是我以什么方式能够去跟他和好，就是怎么去舔？你就正常每天找他呗，有事没事找他呗。但是这个男的这个男的不是说什么别的，这个男的他完完全全的只是一个套路而已，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你把他的心路历程想得太复杂了，他只不过是泡了得手了，然后就找个茬然后就掰掉，就是这么个事儿，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就是我跟他有很多共同朋友，我们俩认识有1年的时间，然后所以就感觉彼此很信任，所以当时在一起过后，我就一下我就特别的投入。然后这个事情，我其实如果是他出轨了的话，我倒不会那么难过，我就总觉得是我的错，是因为我去看了这个电影。你误会了，小姐，我再跟你说一遍，跟这个没关系，好吧？我再跟你说一遍，跟这个没关系。看电影可以引发争吵，但是不会直接导致分手。他这件事儿没有大到这个地步，一个人故意把一件小事儿去放大，是因为他内心有这个计划跟步骤，不是因为这个事儿直接导致这个什么分手。如果别人真的喜欢你，他一定会给机会，哪怕再观察一段时间，哪怕先约法三章，但是不会一件事情定生死。对，我身边朋友也这样说，而且还有一个点是，他是说是录到有视频说看见我跟那个男生有亲密举动，但是他最开始不知道看电影这个事儿，而且时间线不一样，就是因为我看电影这个事儿就是说是在他说视频这个事儿的10多天以前，然后我那天看电影，我其他任何时间都没有出过门，也没有去参加过任何应酬。那天是因为我确实是心情不好，我就出去看了个电影。我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别人本来就是有计划、有步骤的，完成他自己的一个步骤，仅此而已。你这个事儿只不过就撞上去了，正好给了他一个，相当于给他递了一把刀，正好让他这个事儿操作的更顺利而已。
哦，他只不过就是自己习惯了走这么一个流程啊，先泡你，泡完了睡完了，觉得没什么意思了，OK 了，可以了，扔了，然后你再反扑吧，就这样啊。哦，对，那我现在就是可能我现在想挽回的话，就是怎么办呢？没有什么，这在我看来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你对于这个男的来说就已经玩完了，结束了都，他根本就没有用过，就是你是因为动心上头，他没有动对，我过，他动心了，哪都没动过。我特别认真，因为他的样子看起来特别憨厚，特别容易让人信任，特别老实。如果其他人的话，我可能还就是有点防备心。然后我就属于现我在讲过一句话了的，所有的把一个男的当做是例外，当做是老实人，就是这个女的悲惨的开始，后面就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吃苍蝇啊。那我现在你觉得没有必要去挽回了，还是说可我是挽回觉得没有任何必要，因为这就是一个常规操作，这就是一个江湖上的常规操作而已。只是因为发生了这个事情，他就恰好那个了。因为这种男的他身边他本来就是女的多，他才会这样的，知道吧？他本来就是因为女的多，他能够分配给每一个人的时间太少了，这就是本质，所以他才会这么操作的。所以他才会突然给我说分手。当然了，当然呢，所有的断崖式的这种都是因为他顾不了，明白吗？他能给你的时间就这么多，这时间到了你就该下线了。等他啥时候他自己有空了，他就撞回来了，就这么简单。你对，的挽回毫无意义，好吧？对，特别断崖。而且其实他身边另外一个跟他关系不是特别好的朋友，还跟我说，他那个成都好像还谈了个女朋友，我还行了行了，不用说，不相信。不用说了，不用说了啊，咱们时间到了啊，我跟你说的就是好吧，这么个事儿，好不好？好的，好的，拜拜。谢谢。你看，还重复啥呢？对不对？还重复什么？我跟你们讲的就是，你们有的时候呢，特别喜欢，生怕我把这个事情的本质暴露给你，然后选择性的给我告知故事，是吧？选择性跟我讲故事，是吧？别人跟他讲的东西，他不想跟我说，因为他怕这个影响了我对他这个事儿的判断。他怕，因为他跟我讲啊，别人说他还有个女朋友，怕我说我不让他和好，你知道吧？但本质就是这样啊，什么断崖式啊，哪有什么断崖式啊？啊，这个上没有断崖式，所有的断崖式都是精心策划、处心积虑，懂了吗？没有断崖式的。我跟你们讲，任何两个人，如果说真的有感情的两个人啊，要分开，绝对不是说一件事儿就能把这个关系给他做死的，不会的，都是长年累月。你们看到的最后一个事儿，它只能叫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它一定是长年累月内心慢慢累积，慢慢累积，反复给机会，反复给机会，对吧？然后呢，反复的再去试探，反复的去验证，到最后觉得实在是啊没意思了，才会掰。什么两个人在一起没多久啊，因为什么你跟别人看了场电影就掰，这种没有说是因为真的心里过不了这个坎儿，或者是什么眼睛里容不下沙子，不是这样的，全部都是早就想好了，想掰，哎，扯理由，找借口，对吧？随便就是叫什么叫什么，随便找到一个借口之后，迅速起跳，就是这样，明白了吗？我不是跟你们讲过了的吗？就是只要是莫名其妙的，你突然之间就感觉这个人怎么就发作发很大，一个很小的事是吧？突然发作发很大，然后就开始什么断联呐，或者就开始什么冷战呐，都是在为自己博得时间、博得空间，干嘛呢？因为还有其他的1、2、3、4、5玩不转，知道吧？玩不转啊。那个，大家把我们的微信二维码要加起来啊，把我们的微信要加起来，好不好？我们把微信的那个弹窗给大家弹出来，然后还有没有我们的微信的宝宝们，一定要把微信的这个二维码加上，因为我们现在到1月份，我们都是在这个单平台做私域直播。到1月份我们都只做私域直播，所以每一场直播呢，大家一定要到我们的朋友圈或者到我们的金贵的社群里去领取我们当场的直播链接，好不好？哎，是直播啊，是直播。
我们直播时间还是没有变的，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我们的3场直播时间依然是没有变的。但是呢，在1月份之前，我们都只在这个单平台做私域直播了。然后我们的这个月的跨年啊，这个月最后几天的跨年活动，在杭州线下，然后我呢会跟大家一起，我们做一个哼哈的跨年专场。这个专场一共是30个名额，从明天早上10点钟开始正式的发售，好不好？前面已经有锁定了预约名额的宝宝们，明天早上一定要准时的去找你们的管理员，或者是去找小助理去正式下单啊。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团队给大家提供的所有的付费服务，好不好？有包月的这个文字，包年的语音，还有闺蜜圈等等啊。如果明年见不到我，就没有人帮助姑娘们了。我跟你们讲，这个事儿是这样子的，就是不是你们刚刚一直有人在那个留言板说是不是谁是谁啊弄你，是不是？是这样子的，是因为有一段时间大家记得吗？就是大概在2个月以前，就是那段时间有很多很多的大 V 出来啊，包括有一些完全跟我们的领域不搭嘎的一些大 V 啊，然后呢，他们出来聊我，最后呢就导致这个叫什么举报量啊激增，明白了吗？因为举报量激增，所以说呢，其实并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很多很多的人。然后呢，这个举报一旦量哔了，懂我意思了吗？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一次的账号就会出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没有办法呀，这就是人家要举报，那咱们怎么办呢？是不是？我说为什么有一个口子给大家大量举报，没有一个口子给大家大量投感谢信呢？是不是？我们每天收到那么多的感谢信，每天收到那么多的姑娘说我们是活菩萨，咋没人啊？咋不给我们留个口子，对吧？没办法，来下一个来。这前面都没连我，什么 fly 呀、夏夏呀、Olinas。Hello， 你好。曲曲，你说。你好，一直非常喜欢你，要是早2年知道就好了。今天主要我想咨询的问题就是想让您帮我把关一下。然后我先说一下我自身情况。自身是32岁，211硕士，2线城市，年收入15到20个 W。个人呢是单位工作比较稳定，然后有车没贷，有房有贷。颜值身材大概7分左右，家庭一般，独生女，父母呢就是有自己的退休金，也在18线小城市。认识一个男嘉宾，今年是27岁，185，颜值6到7分，收入呢大概是20到30 W， 有时候可能会有额外的收入10 W， 不确定。但是主要是家庭比较复杂，从小父母离异后跟父亲，然后母亲呢是意外离世，也是18线小城市，但是呢没有正式的稳定工作和收入。没有退休工资，也没有社保，有一个同父同母的姐姐，还有同父异母的妹妹。那自己呢无车无房，从小寄宿学校，学习一般。我们是在社交软件认识，相处了1年。有付出意识，但在关键时刻呢，是觉得有一点点不舍得，可能是因为他赚的比较少，然后以后也是想攒一些钱买房。曾经呢，因为一件事情就是买一个3K 的礼物，然后就是比较沉默。最后呢，就是分开了2个月，分开2个月之后又联系之后，他的付出意识增强，生日呢也送过一个1.5 W 的礼物，平常付出吃饭呀、旅游都是他付出，但是这1个月呢，也出现了一些就是曾经觉得他还是有一点不太舍得的情况，
然后呢，因为他就是因为有一件事他比较愧疚，之后就给我转了一个5200，说是想让我给新家买礼物或者出去玩呀什么的这些事情，然后让我觉得他就是想花一个钱，然后办很多事情的那种，觉得有一点点算计。然后我想咨询的问题就是我们相处起来呢比较舒服，他也比较听话，以我为中心，提供情绪价值，但他个人短板比较多，价值比较低，个人觉得以后他的家庭负担比较重，不知道适不适合结婚。还有就是我比他大5岁，以后这种是不是风险比较大？现在在他眼里我是有优越感的，以后等他成长起来是不是容易比较劈叉或者风险系数比较大？但是就是在他个人意愿付出上的话，我也不是很确定，因为现在他年龄还比较小，首先想咨询的就是我们这个是不是可以应该继续是一个可以结婚的对象？你刚刚说你多大了？我32岁，你32岁，你自己年收入多少？ 15到20，这男的呢？差20到30。那可以结，没问题啊。哦，因为比他大，我就是在担心，这种风险是不是比较大？你比他大，你不占便宜了吗？啊，因为他确实年龄比较小，还觉得是，那你找什么呢？你能找个比你大3岁的，你找得到吗？确实因为社交圈现在比较窄，就是很难评估你找不这点。到啊，你找不到啊，你上哪里现在去找一个比你大3岁、收入比你高的男的呢？你找不着。确实是，所以也在考虑。你考虑什么呢？拿不起的选项不叫选项，你有的选吗？对，这男的能给你花不错了，他还没嫌弃你年纪大呢。说个实话，就是你们在这个择偶市场里边的话，你的竞争力比他弱哎。是的，是的。嗯，对，那其实是可以相处的，不用担心其他以后未来的问题。你担心了未来又有怎么样呢？又有什么意义呢？你现在找哪个男的不让你担心未来呢？我也在考虑，所以一直不知道自己想的是会不会想的很少，所以想咨询一下。你是想多了呀，你想多了好不好？你应该想一想怎么让自己挣多点。你想这些事儿干什么呢？你又找不着一个跟你同龄或者说比你大的、收入比你高的单身的男的跟你结婚的，找不着你琢磨啥呀？这男的还比你小几岁，你不觉得你赚了？好的，好的，明白了。那行，其实主要是针对这个问题，但没有啥了。还有问题吗？没了。好的，好的，我们衡量任何人行与不行，不能光说人家，是吧？哎，花了嫌人家花少了，是吧？花了嫌人家花少了，人家花了嫌人家还花的不够，哎，不够彻底，不够坦然，不够坦荡。但是你们得看看自己的水平，对不对？自己在一个什么水平线上，你再去讲这个话呀？你不能永远去跟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那波人比啊，对吧？你永远想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些男的，哎呀，又年轻，赚的又多，给女的花的又大方，然后还能够什么八抬大轿给我抬过去，没有这种事情啊，现在哪有这种事情啊，对不对？而且自己32了，你又不是什么小女孩儿，对吗？你还想着去碰运气吗？还看着老天爷给你发啥牌？你这发过啥牌？你这不都清楚了吗？发的就是这些牌，是不是？对，我今天在闺蜜家里，我今天在闺蜜家临时在闺蜜家里播一场。是的，临时在这闺蜜家。我们的直播呢，在1月份之前都是在这个平台单平台直播啊，单平台直播，所以大家一定要加我们的微信，看我们的微信朋友圈，然后呢，到我们的金贵的正版社群，我们的管理员每天都会给大家更新我们的直播的这个地址啊。我这一个月我就是主打就是想低调。我也不想去提别人吧，我也不想去提其他任何人，因为我也不想再让任何的人他们去
跟我不停的搞来搞去的啊，我觉得没有意义，对吧？咱们就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就行了。微博可能恢复不了哦，宝宝们，微博可能恢复不了，但是网上有一些粉丝有录过我们的完整的很多期的直播回放，你们可以去找一下。那目前的话，在这个平台有直播回放，只有我在这个平台播了之后的，大概就3期啊，大概只有3期，好不好？所以大家能够在这里相遇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想要做的这件事儿，任重而道远，步履维艰，我只能这么说。做的太好也是不行，也是个问题。做的不好吧，也不现实，毕竟咱能力摆这儿，是吧？这想让我做的太差吧，这个也很难做到，实在是很难做到。但是做的太好吧，也是个问题，咋办呢？这个事儿就是很难把控啊，是不是很难把控啊？那个我们月底的杭州线下哼哈啊，明天早上10点钟正式发售我们的跨年套餐活动。明天早上10点正式发售 ，OK， 大家一定要紧紧盯着你们的朋友圈的通知，还有紧盯着你们的社群通知啊。来下一个来下没有，菜也没有，迷生小魔女。嗨，你好。 Hello， 你好。你好。就是我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我想让你帮我分析一下，以及我其实不是很想跟就是这个男嘉宾去拜拜，就是我跟男嘉宾谈了1年的时间，我们属于正常婚恋，然后我是想推他进围城的，但是前段时间呢，他出了个小差，差不多2个月左右，然后那边对他形成了降维打击，然后上个月他们就掰掉了嘛，整个人情绪不稳定。我知道他失恋了，因为我看过一些金贵的片段，然后他性格属于成熟稳重、规规矩矩的那种类型嘛，然后那边女嘉宾应该属于坏坏的，然后老实人就喜欢坏女人，结果被虐了。然后其实他也没什么米，但是那2个月在那个女嘉宾身上也花了差不多10个 W 了。然后我跟他在一起1年，因为我是想跟他退围城的，所以我跟他基本上没怎么用他那么多钱，还帮他省钱。我跟他在一起1年，其实也没花他什么钱，然后我心里也恨。然后那个女嘉宾花完他的钱后就跟他拜拜了，他还念念不忘。然后他回来以后，我心里也不平衡，对他态度也是不太好。我一对他态度不太好的时候，他就要感觉就要走的那种。然后现在我就完全属于低位嘛。然后上个月，因为他们上个月掰掉了嘛，然后上个月他们主动见我也很少，我知道他心情不好，也没说什么。虽然我们天天联系，但是也不冷不热。后面我就直接不联系他了，然后但是发了几个漂亮的朋友圈，他一看我发的那些朋友圈，然后就说吃醋了，哎呀要见我。但是如果我不发朋友圈，然后只是联系，也不会主动约我见面的那一种。但是见了面之后，我们聊的也很好。但是分开以后，他给我信息，然后我心里不平衡，就作了一下。我只要一作，他就不耐烦了。然后他性格是属于比较有责任心，就是我们的关系，只要我不说分手，基本上是不会分手的。而且他属于那种没有什么主见的类型，只要我对他态度好，他就会跟我畅谈以后。只要我态度一凶，然后他就说要分也可以分，下个月我生日，他说那你就坚持到下个月，下个月他就给我转个6万块钱 W， 就是当做生日礼物，然后那你要分也就分。然后我就马上服软，我就说哎呀，我只是没有，我还是很喜欢你的什么的。然后他就马上就会和好，就说不分什么之类的。就是你们脑残吧？怎么天天就是连你都脑残呢？你们搞什么在？就是不是，所以我的问题是我其实不是很想跟他去分手的，我是想去维持的。就是那现在是怎么样才能，就是因为他现在就是已经对我已经感觉没有说太就不冷不热，我是想说怎么样能够挽回到从前。小姐啊，你不是刚刚说了吗？你说只要我不想分，他是不会分的，那你就接着搞呗。接着搞就是我们的相处就是不冷不热的那种。
你还要怎么热嘞？你都已经这么舔狗了，人家为啥要对你热呀？啊，然后就是见面也比较少。以前我们关系好的时候，可能就每个星期都会见面。现在关系不好，然后就1个月可能也就2次、3次这样子。人家为什么对那个女的舔？为什么要对你这样？就是因为你这个样子不值钱，你喜欢扒着他搞，他又不是什么人类高质量男性，被你一扒的觉得自己他妈人五人六的，脸不都是你给的吗？人家那女的蛮好，对不对？哎，就是要搞他，因为他就是喜欢受虐，不吃你这套。你当舔狗你就当呗，反正他也觉得没什么意思。你要待着你就待着呗。我就喜欢我去追逐别人，我就不喜欢别人追着我搞。所以要么就是那我不想舔了，我就直接跟他说拜拜，反正这个人为什么要说？你说什么拜拜呀？你们在说拜拜的时候，想的也是让别人求和。对，就是我在想说，会不会能不能以退为进什么之类的，也不行了吗？你看，你值钱吗？你看那个不值钱那个样，还以退为进呢。你以为别人看不懂？你以为别人看不懂？说拜拜也是想求和，说求和也是想求和，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不想走，赖在那儿。这就是你们给别人展现出来的东西，你以为是什么？那其实你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段感情也没什么意思了，对吧？小姐呀，做自己呀，小姐，你有没有自我呀？其实自己就是你自己在那发朋友圈搞得漂漂亮亮的时候，他不就舔过来了吗？这不是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对的，所以就是说要做自己，然后朋友圈也是继续发。小姐，你知不知道重点？重点不是为了去吸引他的，重点是为了吸引大众，因为在大众眼里的价值才代表了你的市场价格，懂不懂啊？你眼里只有他的时候，你就是没有人要，懂不懂？别人不要你这个没人要的，天天在这舔着他不要。你啥时候让我觉得你有市场价值，有人争抢，哎，我也要抢一下。其实现在我还有一个2号男嘉宾，就是刚接触嘛，也是可能就是想跟我发展一下的那种，所以我在想说，要不就跟2号男嘉宾，然后就跟他掰掉。你想跟谁跟谁，那是你的自由，好不好？你想跟谁跟谁，但是女孩子啊，不要犯贱。我说个不好听的话啊，女孩子呢，不要自降身价，自己在那犯贱干啥呢？你自己光鲜亮丽的时候，谁都喜欢你。你自己天天哈哈巴巴的在别人旁边跟个奴才似的，谁都不喜欢你。我懂了，其实就是应该要跟他拜拜了，对吧？不重要，姑娘，你咋听不懂呢？我要跟一个人拜拜，我也不需要告诉他，他不需要知道，我单方面决定就够了。哦，就是直接性的不联系他了。哎，我跟你们交流真的是太费劲了，就是这个人不需要拿出来探讨，你做你自己就行了，你不需要问我要怎么着他，我怎么着他都不需要，他不配。就是我自己干。找你别像个哈巴狗似的又哈回去。哦，他找我的时候，我还是做自己，不找我就不找我。对呀。为什么他找你，你就一定要搭理他呢？哦，他不联系我，发朋友圈他就舔过来了，好，舔过来了，然后呢，我就赶快过去，我赶快过去，他们指头一勾，我赶快跑，跑不赢啊。好嘞，跑过去了嘞，然后嘞，然后呢，看得起你不？你就是个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对象，看得起你不？好的，我知道了。还有问题吗？没有什么问题了，谢谢曲曲。我跟你们说，男的骨子里头是什么？猎人嘛，对不对？男人骨子里面是猎人，猎
猎人就是一生让我追逐你，这个就是猎人的本质，明白吗？不是别的女的或什么，她在说那些话说的好笑，什么那个女的很坏，花她的钱，我爱她，我都不好意思花她钱。你不好意思花的钱是因为你不配，懂吗？不是因为你善良，不是因为你好，是因为你花不着，是因为他有钱他不想给你花，重点在这儿。那什么叫还别的女的都是坏女人，坏女人能花了他的钱，他对人家念念不忘，哪里是因为这呢？是因为人家有自我，人家敢提要求，他不满足别人的要求，别人就敢于让他滚，懂吗？在这儿，因为人家自己做自己，我想让你花你就给我花，你不花你就给我滚，就这么简单，对吧？这个是人家的框架，对不对？我看你这个男的没什么东西，除了能给我花点钱，我不知道你还能干嘛。这是那个女的给他的态度，明白吗？你要给我花点吧，我也勉强勉为其难的跟你玩一下。你要是不给我花，我看你全身上下没有什么东西我看得上的。人家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明不明白？他本来又不是什么，我说了没有不是什么高质量人类，对不对？他就喜欢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懂吗？你不搭理他，哎，不歇着搭理他，然后呢，他在你屁股后面追，他觉得好爽。只要你一舔他，他就觉得你看这女的真不值钱。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叫什么呀？那个讲脱口秀那女的，讲脱口秀的那个女的，她不是说，她说我不喜欢我跟一个男的在一起的时候，人家就说你们俩看起来好配呀。她说我就是喜欢我去追别人，然后呢，我跟那个男的在一起的时候，别人都说这女的有点东西啊，对不对？杨丽是吧？就是啊，其实倒过来就是这样子的呀。在绝大，因为他这个话说出来其实是个男性心理，你知道吧？他这个话说出来是个男心理，女生你们调转一下就懂了。男人的心理他就是这样的，为什么他要找年轻的呀？他要找漂亮的呀？骨子里头就是这个想法，他不希望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别人投射来的眼光都是觉得你们俩好配，不，他要的就是他希望他表现出来状态是我配不上这个女的，明不明白？他想他跟你走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觉得他配不上你，他就觉得他赚了。要是所有人都觉得你看这女的多好，这女的对你多好，他就觉得妈的亏盘子，明白了吗？他就觉得我还可以再往上够一够。所以说你们要明白这个道理，你们天天就是被别人以后，就像那个被一枪打死了的那个兔子，对吧？背着就回去了，然后呢，一点动弹都没有，对吧？你就是那个被他一枪打死了那个兔子嘛，对吧？然后回去就给他当标本，对不对？还在那说些鬼什么？我找他吗？那我是不是不找他？我要跟他说分手。我跟他说分手，那男的心想：我们在一起过吗？对不对？你说我要跟你谈一下，他心想：我有个什么好跟你谈的？我要跟你分手，我们俩在一起过吗？你说你丢不丢人？来，大家那个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啊，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团队给大家的所有的这个服务1v1啊。像脑子不清晰的宝宝们，我建议你们去做文字的1v1。脑子稍微灵光点的，你是只需要行动方针，并且说到的东西你一定能落地的，你们就可以去选择语音的1v1。知道吧？那个文字1v1它是需要手把手的告诉你这句话怎么说，下一句话怎么说，这个事儿怎么回事，下个事儿怎么回事，甚至于你这个朋友圈怎么发。像她那种姑娘啊，我要是跟她讲，我说你发朋友圈展示自我的时候，她不就很好吗？那她恨不得她要每天发，这是不对的，这都叫动作变形，懂吗？我本来是个一个星期发一次朋友圈的人，我为了吸引你，我开始天天发朋友圈，你这个动作在这个男的眼里看起来依然是舔狗，不改变。明白？因为你自己的心态它是不稳定的，心态太不稳定了，你动作全部都是变形的然后那个大家一定要到我们的微信朋友圈啊，大家一定要扫我们的微信二维码进我们的微信朋友圈，
买我们正版的金贵的关系，进金贵的社群。我们的管理员呢，每一场直播开始之前都会给你们发今天这一场的直播链接，你们直接通过今天这一场的直播链接就可以点进来。包括他们也会把前面几场的直播回放的链接告诉大家啊。我们以后这个平台都会播的，我们以后不管外面的公开平台播不播，我这个平台都会保持给大家直播，因为这个平台它可以给我们生成这个私域的直播回放。后面我也会有自己的小程序上线，好不好？这个小程序上线，但是功能需要逐渐拓嘛，然后这个月月底我们在杭州线下有这个哼哈的专场啊，哼哈的跨年专场的一个活动包，明天早上10点钟正式开始发售。大家有报了名的宝宝啊，有提前占位了宝宝，一定要去找你们的管理员啊，明天早上找他们，好不好？因为只有30个名额啊，到时候你们要是付款付晚了的话，可能就没有了。来下一个，什么？没有啊，刚刚这个甜甜几次已经连过了。塔卡莎连上。你好 ，Hello， 好，哎，你好，你说一下我这个男，身材长相是8分，看起来像25、6岁，但实际上已经32岁了。然后看似事业上，其实是在前夫打下的江山下点点戳戳。男嘉宾大我5岁，身价几十个小目标，老丈人是当地小有名气的人物，目前在踩缝纫机。我的诉求是想搞清楚男是不是真的对我不感兴趣，以及我现在的行为模式你的对不对？初次和男嘉宾见面是在一个 KTV， 我的 EX 约我喝酒，男嘉宾出来的时候进电梯把我鞋踩了，我叫了一声，我说蛮贵，他说有多贵呢？要我 EX 再给我买一双，然后下停车的时候他就看到了我，就等于说看到了我的条件，他下停车场看到我开的大店被他看见了，然后第2次见面又是 EX 约我吃烧，男嘉宾又在。期间发生的一点小插曲就是我喝错了一个茶杯，喝茶的时候，然后他指出来了，我傻了吧唧的回了一句这有什么关系？然后喝完茶以后，EX 把我送回了家，然后嘉宾去了下半场，就是证明我跟 EX 其实只是普通关系，没有就是说男女朋友可以送回家那种。第3次见面是闺蜜约我出来吃烧烤，结果发现男嘉宾是闺蜜男朋友的兄弟。然后就觉得蛮巧蛮有缘，他就问我对他的第一印象，我说我对他第一印象是打流的，他说他对我的第一印象是出来玩的，然后闺蜜下意识的约我有他的局，但是我社恐，每次表现都很安。后来闺蜜单独约他出来去唠，我们4个人聊到踩我鞋的事，他说赔，问我怎么赔，我开玩笑，至少得赔2个晚上，他懵逼了。然后期间他开始秀光环，我刚好公司遇到了棘手的 S 无问题，我说那我找你帮忙嘞，他说好，他只跟市局的人说，如果真有人欺负我，他来帮忙。最后我没开车，他也没送我，因为他司机在。其实我当时也是病急乱投医，且想借此机会和他有联系，然而他只给了我他的电话号码，需要发资料的时候，他要我发给闺蜜的男朋友转告给他，没有加我的地球号。他找了一个长辈帮我忙，事没办成。期间，闺蜜又帮我约了一次饭。公司事态变得更严峻了，男嘉宾要我别急，他亲自出面带人去办。当天喝了不少，分开的时候跟他讲了一堆要帮忙的话。几天后没有消息，我也没有追问他。另外的朋友帮我把事办成了。最后一次见面是闺蜜约我下半场唱歌，她比我早到，闺蜜一直催我说她在等我，别人都要点人，她不点，因为在上。我到了以后，到我旁边坐下，闺蜜帮我们俩点了合唱，虽然唱得很烂，但是能感觉俩的气氛比之前要好。我唱了2首表白的歌，就那什么王心凌的《爱你》以后，直接开口问她为什么不加我。她说一开始被我吓到了，说我有点聒噪，然后开始扯理由，说她地球号的女生只有家人。我说是因为你家那位会看你手机吗？她说不是，然后还说我什么太年轻，办事不该这么，不是拿钱解决问题，做事要不留痕迹。然后结束的时候，大家在停车场都起哄，说要他送我，他每次都不送我。当天我开了车，
他半天蹦出来一个休息，说这个你还会说啥？他就又讲住。总的来说，从闺蜜的男朋友口中听到的，他是不喜欢别人说他是叉叉叉的女婿，也不擅哎，我长。的妈呀！我跟你讲，我刚才我内心里所有的1、2、3、4、5，在你后面的描述当中都被验证了。也不擅长跟女生打交道的男的。我内心在听你讲前面的故事的时候，我讲的前面的，我心想这男的是已婚吧？在你再讲下去的时候，我心想这男的应该是家里女的有钱吧？结果我的内心话都还没讲出来，然后就被你后面的话全部论证了。这都看出来了。妈呀！他说他也不擅长跟女生打交道，上 K 的小妹碰他都会发烦的那种。闺蜜的男友说是因为我 EX 问题他在避嫌，闺蜜说应该是我看起来太贵了。就是我还是蛮喜欢他的，就他长得1米8几的大高个，然后长得也挺帅。哎呦我的妈！请问，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你别说了，都已经被我猜完了，你别说了。你有啥问题啊你？我是能不能就是我现在只有他联系方式，只有只有那个手机号码，我可不可以用发短信的形式攻克？我跟你讲啊，你呀，赶紧下一位啊，赶紧下一位。我跟你说，为什么？你知道这个为什么我前面能猜着吗？你在讲前面段的，因为你前面的信息都没讲，我就想这男的应该是已婚，就他不是已婚的话，不至于说不加微信，你知道吧？他这个不加微信的动作呀，什么留个电话号码的这种动作呀，基本上都是属于已婚。然后再后来说，为什么说每次他送你，说因为有司机所以不能送你，这种都是属于女的看得蛮严，而且就是女的管的不仅很严，而且女的很有话语权，才会形成这么一个，要不然的话，一个男的出来玩，他不是这么个玩法。所以我的内心里面1、2、3、4、5我已经准备跟你讲这些东西的时候，结果你自己就把这些话讲完了。所以你不用想了，这个事情基本上跟我内心当中1、2、3、4、5完全吻合。我建议你千万不要跟这个男的搞什么，因为这个男的的手机一定是常年被查的。一旦你跟他搞这个事儿，我告诉你，到时候你惹得一身骚，因为他那个女的绝对是很厉害的，你千万别去惹这个骚，我告诉你。好的。我还想着，因为他那天走之前，他说他第2天有个财务的考试要考，我估计他是在上什么 EMBA。我说我还想我要不要跟他一起报个 EMBA。疯了呀！你们真的是疯，你们真是别什么稀巴烂的摊子都要往里头踩啊！什么稀巴烂的摊子都要踩。他老头都进去了，现在他只能靠女的家里了。他现在可是一点都不敢动弹。他的那个女的家里的老头进去了，不是他进去了，不是他老头进去了。什么？就是那边进去了。对。然后主要的公司的事情主要是他在打理，然后他那个女的那边是没管，就没收个。行了吧，你理解，千万别惹，这就是我给你的建议啊，不要惹得一身腥。好的。就是有点上头，好吧？千万别上，不是上不上头，不要跟这个男的来往。好的。出来玩无所谓的，不要搞这些事情，千万不要搞。好的，我没有，我从一开始就，我跟你讲啊，你是武汉的呀，武汉的女的你懂的。你最好是不瞎搞，好吧？好的好吧，就这样啊，拜拜。这男的一看就是妻管严，管死了，管的水都没得喝的那一种，是不是？为什么我前面就想说，我说这男的他妈听了半天，这是像结了婚的搞法吗？对吧？出来也不敢加别人女孩子微信，到最后我心想这还女的蛮厉害，司机只要是司机开车，他不能送人，听不懂啊？司机开车他都不能送那个女孩子回去，那司机都是他老婆的人呐，这不是明着的个东西吗？对不对？我跟你们说，武汉的女的很厉害的，如果还是家里有背景、有势力的这种，更厉害，那真的是会让你出不了门、见不了人的，你知道吗？绝对闹得你见不了人的那种，这怎么能搞呢？开什么玩笑？我跟你们说，就是很多男的，你们不要看他们，他们会有一些非常异常的举动，知道吗？我以前小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跟你们讲过没？我原来卖酒的时候，然后我就是给所有的客户群发那个跨年的信息，
我跟你们讲过没？我跟我们所有的客户群发跨年信息，然后呢，我是晚上12点发的，因为你跨年信息嘛，你肯定那个点发，就是应该是跨年，对，跨年信息那个点发比较有意义嘛，我就群发的那种就是祝福信息啊，什么祝你怎么怎么的，就是这种祝福信息。晚上12点发的群发，结果我有一个客户，也不是什么大客户，一个小客户，平常来往不多的一个人，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过来，给我臭骂了一顿。你知道他说啥？他打过来以后，他说：“哎，你大半夜的给我发什么信息啊？啊，你是想害了我老婆跟我离婚吗？什么什么的。”我懵了，你们知道吗？就是整个人惊呆了。你是想害得我跟我老婆离婚吗？我跟你讲啊，你们这些你们吧作业我吧乱搞啊什么什么的，哎，大半夜的给人家发信息，啪的给我把电话挂了，我整个人都傻掉了，你知道吗？我自从那一次以后，我就发现很多男的是这样的，他们如果是家里老婆管得严的呀，他们平常绝对是个惯犯，知道吧？他是属于惯犯，因为他是惯犯，所以呢，他要找个不要紧的人开枪，明不明白？就是这种事儿，他肯定不是就是经常会有，肯定他是有不干不净的东西，所以说呢，他老婆肯定会经常查他，肯定就是我发这个消息呢，也是被他老婆看到或者怎么样。但是你说我的这个消息，他怎么能成个事儿呢？他一个拜年的这种跨年的信息，他能成个事儿吗？他成不了任何事儿，对不对？结果直接一个电话打过来给我臭骂一顿，说白了就是真正有问题的人他不能打。知道吗？就该找我们这种没问题的开刀，就找我们这种没问题的做戏做给老婆看呐。我可无辜了，我真的，我当时我觉得我他妈好委屈啊！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而且这个男的很搞笑，就是后来我们在酒吧里面遇到，他就很热情的过来跟我打招呼，他说，哎，他说那个曲曲，他说哎喝个酒啊，他说好长时间没见了，什么。我处理不理他，神经病，真的是。然后就这样，我就走了。他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跑过来要跟你敬酒，要干嘛的？我给他一个大白眼。所以我跟你们讲，有的时候啊，你们自己注点意，知道吧？有的时候那些男的很喜欢在你们面前演戏的。搞得好像他自己好像多么的清正廉洁一样，知道吗？把这个开个刀，那个开个刀，实际上屁股后面一屁股屎都擦不干净的那种，真的是这样。我们现在直播依然是每周3场啊，给大家一下，我们依然是每周2、每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每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但是呢，我们到1月份之前都只在这个平台上播，我们不在其他的平台上面播。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加我们的微信，微信2维码，待会儿给你们弹出来啊，一定要加我们微信，让他一直把微信2维码弹出来，不要给我弹这个服务，把微信2维码放在上面啊。然后大家一微信看我们的朋友圈，还有呢就是加我们的金贵的关系的社群啊，买我们金贵的关系的正版课，进我们金贵的关系的社群。然后我们的管理员每天会在里边给你们解答问题，在里边给你们像大家长一样的总结我们每天直播的一些经典，还有我给到大家的方案，以及每一次直播开播之前都会把我们的直播信息更新进来。然后这个月月底28号，对吗？29号、28号，这个月月底我们有我们的跨年活动啊，我们的哼哈跨年专场在杭州线下，然后一共呢只有30个名额。如果大家有兴趣参加的宝宝，一定要去找你们的金贵的关系的管理员，或者是找你们的销售啊、小助理啊、客服啊等等，去锁我们的这个名额啊。右下角的这个弹窗现在弹出来就是微信2维码，好吧？来下一个。桃子吧，其他的人都没连。
嗯，我有男粉，有男粉不是很正常吗？这个桃子怎么连不上啊？桃子连不上，还有谁？朱迷生、小茉莉，柴影、七七都没连我，这都没连我。这几个都没连我。不是，今天晚上直播是6点钟开始的，啊，6点钟开始的。对，对，我现在在我们北京的闺蜜家，是的。我们这个直播间有男的是吧？男的在这好好听啊，别乱发言，再乱发言给你踢出去。我跟你讲啊，现在就这一个平台直播，我蛮狂躁，我跟你们说，脾气不好啊。教你们消费升级，消费升级就是你要敢花钱去买一些更加贵的、更加有质感的东西，然后花钱去进入一些更高消费的场所。就是其实很多动作会颠覆你们之前的消费观，知道吗？如果说你现在变得越来越有钱了，或者说你的男朋友能够给你更好的一个物质条件的时候，不要把所有的钱都攒着，想着去买房子，想着去买黄金，一定要把钱花在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的东西上面，吃穿用度。明白吗？因为你要自己敢消费啊，你才能够慢慢的进入到更高消费的圈子。快速走出失恋，我是不是跟你们讲过4个字了的？身体先行啊！快速走出失恋就是身体先行。你们要首先去见别人，先去跟其他的人约会，对吧？然后多去见一些能够让你开心的人，跟别人产生愉快的对话，多笑着聊天的时候笑着就会把那些阴霾的那些东西都清理掉了。Hello， 听得到吗？能听见吗？哎，你好，你说。你说。你好，曲曲是吗？对的，你好，那我先说一下我的这个基本情况，我今年是36岁，收入的话是年18个 W， 学历是本科，目前是炒的快乐证，有一个男宝，谈的感情的话大多是高开低走，男嘉宾是比我大10岁，收入有1000个 W 起，有光环，我和他的原生家庭的话差距比较大，他也炒过快乐证，目前是他有女嘉宾没有进女成，没有保，我们是多年前恋爱过，当时他是扯证当中，然后他那位一直没有同意，当时谈的时候，他总是说我是他现实中见到的，就是脸长得最好看的，然后感情浓度当时比较高，当年的话，他也就曾经表达过不喜欢那种社交场合能喝能说的那种女生，也不喜欢我抛头露面，然后总是说让我多读书，后来是因为我有了有求，然后他家人不同意，他也有犹豫，然后让我不要，然后我提出来分手。近些年的话，我们就是逢年过节期间还有我生日，他都会发一些信息。今年我们就是重新见面了，并且说当年这个决定的话，是因为我主动，长期相处的话比较累。我自己的判断可能不只是这个。他近些年有谈了10几个女嘉宾，
目前我不清楚他是什么属性。重新见面之后，我们最初的2、3次，他对我是非常热情，之后大概就是3、4周左右会见一次，平时偶尔会聊天，但是聊天不热情，见面的时候会很热情。其中有2次他邀请过我去外地，或者是去那个 hotel， 我都拒绝了。其中就是有第一次邀请之前呢，他给了我一个 W， 说让我零花。我的问题就是想问一下，我跟他能够，有没有可能走到这种正常的这种婚恋发展的可能？目前我应该怎么处理跟他的关系？如果他下次再约我的话，我应该怎么做？这个是第一个问题。首先是没可能，没有可能，他的动作是很清晰的，无非是想睡回笼觉，然后把你变成一个长期偶尔可以约出来的这么一个睡回笼觉的选手，就是这样。那如果他接下来再约我的话，我应该怎么处理我跟他的关系呢？关键在于你想干嘛，你想要什么，有没有目的能够从这个人身上达成，而不是搞那些情情爱爱的东西。那我有可能从他身上获得米吗？你多大啦？你刚刚说36？对，是。我觉得你可以试试，但是希望不大。你可以试试。你如果说你有什么，你现在有什么困难，这个那个的，但是为什么我说希望不大呢？因为这个男的他就是觉得你是可以被低成本启用的，那么他才可考虑的，否则的话他不会考虑到这来。如果说这个东西成本高了的话，他大概就不会考虑了。那他差不多就是有10年，我们分开就是反正很多年了，他一直都没有进入围城，谈了很多个女嘉宾。他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情况。那什么情况？他觉得自己太优秀了呀，他不想跟别人走围城呢。他可以换无数个女的，他还可以同时无数个女的，他为什么要进围城啊？明白了。那我接下来如果我想再进入围城的话，我应该怎么去定位自己啊？因为我谈的很多感情大多都是高开低。你要正常一点。首先不要好高骛远。找男的呢是要找有责任心的，愿意为自己付出的。你前面就是正常约会，然后呢该对别人正常好，对别人正常好，压一压这个发生的这个节奏，也不要太快发生什么，正常的去恋爱，走正常的这个关系。如果他之后再约我的话，我就是跟他正常相处就行了，是吧？可以啊，对啊，就当朋友一样相处啊，当朋友一样相处。明白了。另外是我就是我宝宝他爸爸，我宝宝的爸爸，他如果之后要跟我求复合的话，我能不能回去跟他复合？但是他确实是比较稀巴烂，但是有考虑到就是小孩的这个问题。那要看稀巴烂到什么地步了。之前就是没有物质，也没有陪伴，也没有情绪价值。那你还考虑啥呢？那你考虑的什么东西呢？啥都没有，你能从这个人身上得到什么？明白了。那我这个感情好像不太会经营，总是这种高开低走的模式的话，我不懂什么叫高开低走，什么意思？就是刚开始对方就对我是非常的主动热情，然后相处一段时间之后，慢慢的对方会觉得我不主动，或者是很不关心他，或者很冷淡，然后2个人的感情就会越来越差，然后最终就是你没有什么情趣，你这个人，你说话呀，包括整个人的姿态呀，包括你的哼哈呀，方方面面的比较白开水，对吗？只是长得好看，就是在同龄人里面长得好看点，对吧？是这样吗？长得还可以，只是对方我之前的每日反应我都是说我不主动，太冷淡。就是我刚刚跟你说的呀，太冷漠，就是这样子的呀，就是我刚刚跟你讲的这些东西啊。
你都冷漠了，这个东西它就是啊，语言上啊，行动上啊，哼哈上啊，还有什么上呢？就是这几个点，就是没有情趣，知道吧？行，我了解了。我觉得你要是遇到合适的男嘉宾，你可以去1v11个月试一下。行，我知道了。好吧。好，谢谢你，菊菊。高冷是什么东西呢？高冷它要体现在具体的点上啊，知道吧？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是因为很多女生她年轻的时候她就很漂亮，她从小她就是被别人追着跑，她压根就没有学习过什么叫做回馈，什么叫做主动，就是人家那个球打过来了之后，她打不回去，她就是一味的就是觉得女孩子应该矜持，女的就是应该高冷，反正我高冷着我矜持的，还不是会有很多人追。这个东西呢，小的时候有用，但是一旦女生过了30岁往后啊，你身上还是要有风情。你没有风情的话，你肯定是抓不到什么优质的男的的，那是不现实的。因为如果他要找真正的紧的，对吧？这种矜持的啊，清冷的，他肯定还是会去找年纪小的，因为人家那是真正的清冷，他是因为不懂嘛，他可以慢慢的去开发。但是你是这么大了，你还是啥也不懂，你还是啥也不会，你还是说什么东西你就是那种死巴巴的、干巴巴的，对不对？你们看那个许晴，你们觉得许晴美不美？你说她的魅力难道会因为她的年龄衰退吗？不会的，就是那个一颦一笑，她的每一个肢体动作，对吧？一出来就是会让人浮想联翩，他的那个语气一讲出来，就会让人那男的觉得，哎呀，我觉得这个女的好有味道，明白我意思吗？有的时候你们自己会怎么看的啊？那女的那样得多啊，那多放荡啊，是吧？好多女的是这样的，她们从来就是受那种传统教育的影响，她就觉得女孩子就是要矜持，她矜持到50岁，你说那有什么用呢？你再怎么矜持，你能矜持得过那个20岁的女生吗？不，话说回来，现在20岁的女生一点都不矜持，20岁的女的现在一点都不矜持，你们知道吧？我就是想告诉你们，就是女生如果啊，你要知道，就是你在你的年龄阶段还能很吸引男人是怎么做到的，你就看在你这个年龄阶段有没有那种很受男的欢迎的女的，你去看看她，你再看看你自己，你就知道你们的差别在哪。如果你内心当中还在抗拒，说你这干嘛呀？这感觉好不要脸呐！很多女的就是会这样的，她们就是会说啊，觉得他这样好贱呐，觉得他这样好不要脸呐，是吧？那你就永远都打不开，你永远都打不开，那你就不要怪像他说的什么高开低走，对吧？你永远都打不开，那些男的就会去追逐那一类啊，他就不追逐你啊，对不对？你知道吗？我有个阿姨，她都多大年纪了？都50岁了吧？她都是，她一见到我爸，她见到我爸，她罗大哥，真的就是我爸那武汉话粤呀，武汉话里面叫鲁，对吧？那个阿姨她真的是我从小我看都是这样的，我爸妈他们就是跟他们关系都很好啊，但他不管你是谁，他对谁都这样，你明白我意思吗？他就是骨子里头带出来的这个东西，他从来他就是这个范儿。他看到我爸，我大哥，是这样的。你说那是人家是不是就喜欢嘛？我妈不气，我妈啥也不气，我妈主打就是神经大条，她无所谓。我跟你们说，我那个阿姨，她现在她还遇到了一个那种一个老板追她，然后给她家又送这又送那的，哎，照顾她。这个阿姨她是收入很低很低的，这个阿姨她一个月收入估计是弄的拿低保那种水平吧，收入很低，但是她上个电梯，她就能够被人家那个老板就喜欢上，就上个电梯，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她的那种媚态，她那个肢体语言就是很吸引别人，别人就是想照顾她，别人就找到她家里去给她送年货，搞这搞那的，就是真的是这样。你说你们天天他们说什么？他们自
自己就是我看好多女生现在就是在网上说她们就是一个长了长头发的官妃。你们现在好多女的就已经活的，好多女的就是一点女性的那个感觉都没有了，是吧？就是说什么搞事业也好，搞这个搞那个也好，把自己活成什么长了头发的官妃，有必要吗？这样咱们也会感觉不幸福，对不对？因为我还是觉得女性还是需要这样一些，就是跟男人之间的这种互动嘛，对吧？这样也会让你觉得自己很有女性魅力。是不是？所以说该有的那种柔软的身段，我们还是要有。你天天那个刚着没有用，对吧？看这个右下角，我们有一个微信二维码，大家扫一下，我们右下角的微信二维码，然后进到我们的微信朋友圈里面看一看我们每天给大家发的一些我们做的案例。好不好？然后呢，我们每天的直播每周的3场直播都会在我们的朋友圈里边给大家去做及时的通知，给到大家我们现在的直播的场地和直播的链接啊。我们这个月月底3天会在杭下哼哈的跨年专场，到时候呢，我也会参加。我们一共是30个名额，很多的伙伴还没有正式的付费，那我们是在明天早上10点钟的时候正式给大家开价。大家呢，如果有预约了的宝宝啊，可以去找你们的这个金贵的社群的管理员，或者是找小助理去问询这个具体的价格。还有想要报名的宝宝，还可以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啊！我们这个开价开个几天之后我们就锁掉了，名额30个名额一满，我们这个活动就锁掉了啊。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团队给大家的所有的服务内容，每个服务内容大家都可以点进去了解一下，点进去看一看。但是如果你们要下单，或者说你们下单了以后需要开启服务的，一定还是要通过我们右下角的这个微信二维码啊。来下一个来。Catherine， Hello，曲曲，曲曲你好，我27岁，然后说男嘉宾大我7岁，异地，他对进围城有不好意思，我录个屏，我27岁，男嘉宾大我7岁，异地，他对进围城有执念，我是研究生毕业，超一线城市，身材和长相中等偏上5分吧，职业有小光环，每年20-30个。因为人才引进的原因，几年内有一套房产，社交圈子很窄，对对碰软件认识的男嘉宾。男嘉宾高中毕业，在学历和年龄问题上对我也撒过谎。他母亲曾经患精神疾病。男嘉宾现在自己创业，目前总资产500个左右。在一起几天以后，发现有 PC 行为，后面保证不再犯，转了5个认错。不过中间闹分手的时候又把钱转回去了，然后在一起4个月，送礼物9W， 中间被发现过几次文字聊 S， 没有实质行为，他保证以后会有边界感，然后前阵子表示要给200个的彩礼，不过后面也在反复杀价，然后呢就是在等连麦的这些天里，我发现他还在多个对对碰平台上继续找女嘉宾。但是现在就是我一边又恶心这种行为，一边又在他不断的这种洗脑和解释下逐步降低标准，就想咨询一下曲看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啥怎么办？怎么办是指的针对哪个事儿？怎么办是指的针对什么？就是我觉得跟他就是发现他最后这几天发现他在对对碰平台上继续找女嘉宾的时候，理智就是说这种男人不能要了，但是现实就是他又发现可能习惯了有他，然后他也在4个月你就习惯了，4个月你就不能没他了啊？就是这个人还能不能要呢？没有，是这样的，姑娘。首先啊，你能不能用一个人的行为去理解一个人，这个很重要。你用一个人的行为去理解他，
这个呢相对来说它就会比较精准，而不是用他的语言去理解它，因为语言都是用来包装自己的目的的。他的行为明不明确？行为就是每天都在讲是讲每天都想推进围城，行为就是确实没有断过聊 S。好，那很好。那么他没有断过聊骚这个事儿是行为，对吧？对。好，我不说他承诺的那些1、2、3、4、5能不能兑现，但是起码他这个行为能表现一个事实，就是说他没有那么把你当回事儿，这个是事实吗？是。好，这个行为我不挂钩，他会不会跟你？我不挂钩你的承诺的什么这个那个是不是真的，想不想兑现？去挂钩。我觉得我不能因为他聊骚就代表他一定不会跟我结婚，对吧？可能你的卡点就是在这儿了，但是有些事情是可以挂钩的。如果说他现在还在拼命的跟别人聊骚，起码证明了他没那么喜欢你，对你就是很一般，这个可以证实吧？可以。好，那就够了。就说我们在基于这个人的行为之下去判断我跟这个人要怎么样，或者我判断我对这个人的感情要怎么样。我不是不能跟他好，也不是一定要掰或者是怎么样，而是我要清晰的明白他对我是什么情况。对这个问题，其实发现他最后一次聊 S 之前，我想咨询的是能不能跟他退婚姻，就是身边的人都觉得他有点配他有点低配了，但是就可能也怕一时冲结了婚。发现他聊 S 以后，我也确实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聊也聊过，劈叉也劈叉过，PC 也 PC， 这些事儿都是真实的情况下，如果我男的走，或者说我有没有条件啊，多少个米能够摆平我内心当中的这些事儿，那么我就用行动推动决策。总而言之呢，有一种思路是不可以有的，那就是你自己看到这些东西，还在跟自己说，他还是挺喜欢我的吧，我们俩还是感情挺好的吧？啊，那我们俩这是很愚昧的。我什么都明白，但我依然要这么做，可以，懂吗？我知道你没那么爱我，我也知道你没那么喜欢我，我也知道你喜欢聊骚，你喜欢 PC， 我也知道你这个乌七八糟的一大堆。但是呢，我为什么要跟你结婚呢？可能因为我找不着更好的，可能因为我现在觉得你就是我当下觉得接触得到的呢最有钱的，或者因为什么都可以，是我在清晰认定事实的情况下，我能走这一步我就走。或者说你这么聊1、2、3、4、5，那我觉得我怎么才愿意跟你在一起呢？可能你给我200万，我愿意跟你在一起，那么你这个200万得到位。如果你这个200万不到位，那我不可能跟一个啥也没有我就在一起，对吧？你总而言之是清晰认定事实，听懂了吗？听懂了。那曲他是不是就是多偶男呀？什么？他是不是就是多偶男呀？我没有听见。他是不是就是多偶男？这个现在看不出来，不一定。好，明白了。那我懂了。好，我没有其他问题了，谢谢曲曲。好，拜拜。我不知道，刚刚什么先前给了5万又给要回去了，这个要知道对的呀，还是这男的要的呀，是吧？要是这男的要的，那就太恶心了；要是这女的退的，那这个女的的脑子也太恶心了。总而言之就是，你们总得占一头，是吧？不是男的稀巴，就是你自个儿稀巴烂，反正这两头你们总得占一头，对不对？你们基于事实去看问题，好不好？语言是目的，行为是态度，对吧？什么是目的，什么是态度？目的代表的是他内心当中想要达成的，这是目的。就是语言是为了推动他心目当中想要达成的目的，对不对？低成本持有啊，有很多关系里面是无非就是几个目的吧，无非就是要不就是低成本持有，要不就是多线持有，对吧？要不就是拖延时间，
骑驴找马，无非就是这几个大目的，没有什么，几乎不太有什么其他目的了，或者就是搞钱，4个目的吧，4个目的，对吧？低成本持有、多线持有、骑驴找马，或者是想让你为他付出。一般来讲，就这4个目的。他的话1、2、3、4、5基本上都是围绕这4个目的去进行的，绝大部分男的是吧，都是围绕这4个目的。态度是什么？态度就是说你想要的，他有没有真心想帮你达成？语言是目的，行为是态度。行为是态度就是你想要的那些东西，他跟你说啊，我想结婚，好，跟你结，跟你结。这个事儿他是不是真的跟你结？这个叫态度，对吧？你说你要对我忠诚，我忠诚，我忠诚，这个忠诚他是不是能做得到？这个就叫态度。就是你想要的这些东西，他到底愿意为你达成多少？这个就是他的态度。他的行为代表了他的态度，他的行为代表了你的诉求，他愿意达成多少？但是他的语言，你听天花乱坠都没有意义，他的语言都只能代表了他心目当中想要的目的，就是我刚刚跟你们说的那4个目的，基本上就是那4个目的啊。网不好，我这边显示还行，但是可能是会有点卡。可能我不知道，我目前这边显示网还是挺好的啊。大家右下角的那个微信二维码扫一下，还有没有加我们微信的宝宝一定要扫我们右下角的微信二维码啊，不要走丢了，因为我们到1月份之前，都只在这个平台上面直播，然后1月份以后可能才会放到其他的大平台去直播。如果大家不想错过直播的宝宝，一定要加我们的微信。我们每一场直播开播之前，都会在我们的朋友圈以及我们的金贵的社群去给大家做通知啊。把男的踢出去就不卡了，我这个软件踢不了，乖。你们不要难为我，就是这个软件它主打就是只是叫能用，就是能用。它除了能用，你们不要对它有更高的要求，我踢不了任何人。我们太被动了。哪4个目的刚刚没听到？刚刚有听到了吗？刚刚有听到我说的哪4个目的的吗？男的一般他跟你讲天花乱坠的，那就是4个目的。哪4个目的？有听到了吗？啊，我现在说你们能听到，那我就说啊，我再说一遍好不好？我再说一遍，基本上就这4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多线持有，多线持有啊。第2个目的就是低成本持有，低成本持有。第3个目的就是骑驴找马，骑驴找马，把你拖着啊，比如说什么长跑不结婚的这一类啊，10年长跑不结婚的这一类啊，骑驴找马是吧？第4个目的就是想从你这套钱，懂了吗？无非就这4个目的。目前我想不出来第5个，基本上就这4个目的。就他所有的语言基本上都是围绕着这4个目的去进行的，好不好？来，下一个来。老师你好。哎 ，Hello， 你好。可以听到吗？可以，你说。我是00年23岁，然后现在是1.65米，身材和颜值长相大概在7分左右。然后我毕业2年一直没有工作，然后有一个小房子是贷款，然后存款是有100多个，然后是本科生。然后我现在跟我的男嘉宾在一起了5年，他是已经为外，但是他跟他前面那位公司一直扯在一起，而且年龄差很大。他一边让我找对象，一边就不舍得我去相亲啊什么的，但我也没有说去接触外边的对碰。然后他自己一边说自己这个身家比较好，比较厉害，一边对我付出又很抠门。
然后这个存款是我费尽力气才攒的，而且也不是全部他给的。然后我现在的问题就是，我对于这个男嘉宾，我怎么样？就是我不想继续这样子生活了，我想往上进步。然后我跟他的关系应该怎么往下推呢？你如果想往下进步，你不想这样生活了，你还要跟他往下推，因为他一直跟我为啥还说，要跟他往下推呢？因为他一直跟我说，如果你带球的话，就会有更大的，然后大概说的是500个。我的妈呀！我们刚刚讲了，语言是目的，行为是态度。如果他真的愿意你带球，给你给500个，他至少前面会给你给200个，用他的行为告诉你，你的这个诉求我是愿意达到的，并且我会做。因为我已经做了。我之前之所以跟他在一起这么长时间，是因为我原生家庭很差，然后我跟他在一起，包括我的吃饭什么的，然后一般就是要了一个生活费，达到了基本的温饱，然后现在越来越成熟了嘛，然后包括接触了一些更优质的男生，然后我还期待他再给我付出一点大的，我再离开，因为我在一起很久了。我觉得这个时间付出成本太大了。你不要脑残了，小姐。你世界上有很多人跑马拉松啊，恋爱马拉松啊，最后为了彩礼谈崩了的，你知道吗？年龄差比较大，他就一边不舍得，一边又说，一边希望我找一个更好的人结婚。你别跟我说话不带结的。我跟你说话，你知不知道？哦，那就是说我跟他关系就到此为止了。我跟你说话，你回答我呀，小姐。有一点卡。老师，您再说一遍。我太紧张了。我跟你说话，你听见了吗？我听见了。我没有连过，我是第一次连，我就是有点紧张。怎么这么卡呀？我的妈呀，这网不行。这里面有那个有5G 吗？连的最快的。有没有5G？有的。Hello。老师你好。我刚刚说话，你知不知道有男的恋爱长跑，最后为了彩礼谈崩了的？我说你知不知道？我知道这个事情。好，你知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样？同样的彩礼，他们会去找个新的，明白吗？我明白，我们还没有。这个女的彩礼谈崩了，她同等的彩礼，她会去再找个新的，听不听得懂？明白了。所以不是因为你跟这个男的在一起久，他就要跟你付出，反而因为你一直被低成本持有，所以如果当你要坐地起价的时候，他宁可去找个新的。是的。听懂了吗？听懂了。然后我想说的是，我最近就是会有跟他在超出我那个就是尝试嘛，说超出我平时生活要求的那些费用，但是他也有满足。比如说我今天要的是1、2个，然后过几天我说了，就是我平时不会这样子大口的要的，他也会满足，但是很勉强，但也满足了。对啊。然后呢？你想表达什么？我想表达说，就是我是有点不舍得，但是我没有看到我这2年的进步，然后我也没有去工作，因为一直感觉这是有一个后路一样的。你觉得这个是后路吗？因为他一直在听这个断断续续的付出啊，然后持续的付出，然后我觉得。不是，你现在告诉我，你现在依然觉得这个是后路吗？我觉得有点走下坡路，我的人生。对呀，很好，你看到的就是事实。对，然后我是急需往前进步呢。然后关于问一下我个人，我是应该是说立刻找工作是吗？工作是一定要找的，男人也是一定要去认识的。好吗？好。这个人他只是一个相当于是个兼职。我说的这个兼职之外，除了他还有另外一个2号。
2号是我最近认识的，嗯然后2个月是付出了10几个，嗯，他比我大一些，那你就可以把1号拆掉了呀。那这个1号还要着干什么呢？因为我有点贪心吧，因为我觉得这也算一个兼职的生活费嘛。但是这2号，如果说他比较靠谱的话，你多花一点心思去经营，他不这1年时间之内就能出大的了吗？好的，然后我想问的是关于2号的问题，然后1号我就放弃掉哈。然后2号是2号是2个月给我付出了10几个，然后本来是要给我开一个店的，然后因为我这个心态问题，我一直在催这个事，我今天问明天就要落实，我一直在这催，导致这个事儿败了，但是他给了我一点补偿，然后他也觉得我不太适合，因为平时比较懒散，除了旅游就是在家待着。然后他也觉得我不太适合工作，然后就是个人发展问题就有一点儿迷茫了。然后我问他我怎么办，开店的事儿也就我们成为一个比较尖锐的话题了，就我们俩不能再提了。然后我想说，我跟他长期发展的话，我该怎么样继续说，我跟他怎么样开口？还有就是我也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短期内要怎么样，我是说这个长期的事情。你是我们学员吗？不是老师，但是我有看那个课。我建议你呢，好好的去学一下啊。首先呢，你脑子里太空了。其实你刚才讲的东西呢非常清晰，你想做事业，但是呢你没有能力，你承载不了，因为这个人对你的评价其实是非常客观的，懂吗？我现在好好跟你说啊，之所以你从事业的这个口子上没有办法顺利的把这件事推下去，是因为你本身没有这个能力，但是能力不会凭空有，能力它都是一点一点的在工作跟社会的碰撞当中磨砺出来的，才会有的东西。它不会凭空，所以呢，就算是人家给了钱开了这个店，最后这个店会亏会关门，这个是终局。如果是这样，那么这个事儿宁可不做。他宁可说你去买东西，你买车子买房子，或者说你要去再上个什么学，再去读个什么书，这些都是出口，都是路子。但是做生意目前这条路是个亏盘子，明知道是亏，这件事他就做不了。哦，明白，因为之前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就是说，我跟他，就是我害怕他会觉得我所求的太多了，然后就是最近不要是说再张口了吧。你可以去1v1，好不好？好的，老师。好吧。那工作方面有没有建议呢？随便什么工作都可以做，任何工作，只要是你感兴趣的行业，你都可以做。我没有说要守着我的存款，靠着别人给我的一点米说去，继续生活。我是想往上进步的，去说接触更大的世界，因为我没有接触过外面的世界。多学习，多交朋友，知道吗？女生朋友还是有交的，但是男性朋友没有，还有包括说社会上的人。多交朋友，多往外面走，什么工作都可以做，因为任何一个工作都是你打开这个世界的一个窗口。是的，任何东西0到1的事儿都是很难的，没有说一步登天的啊。是的，我之所以说刚开始你说有点激动，有点生气，我没有放弃1号，是因为我有这个房贷的问题，是1号在给我付的。我们时间到了啊，我是觉得1号男的没什么好聊，没什么价值啊。谢谢老师。好，拜拜。有的女孩子是你们是自己没能力，然后你们就不要怪那个男的不愿意支持你，知道吧？我跟你们讲啊，我有一个闺蜜，然后呢，她呢就是她那个男的，就是对她这些年很大方，特别特别大方。但是呢，我这个闺蜜呢，她就是因为听我直播，因为我这闺蜜一直是走那种就是富太太路线的，就是每天就是美容啊、玩啊、干嘛的，买东西啊，买。然后呢，这个男的就是一直给。但是呢，因为我这闺蜜她听我直播听久了呢，她就慌张，
他就老觉得他要有自己的生存能力，你知道吧？他老觉得自己这个没有生存能力不行啊，他觉得以后一定要什么他说我给他说了要让他直立行走，他说我要学会直立行走，然后呢，他就想搞事儿。后来呢，因为她老公也是我铁粉，她老公是我超级铁粉。她老公就说，因为知道她是被划在这个皇帝男这一栏的，后来她呢就跟她老公说我要独立行走啊。她老公说你要咋独立行走？然后她说我要搞事儿。她说你要搞什么事儿？后来就说她要做一个医院，上来她就想搞很大的事儿，她想搞一个很豪华的这个就是都脸的医院。后来呢，这男的就是跟他说，他说我他妈这辈子啊，我也要当一个伯乐男，好吧？他说你要搞就好好搞，他说我反正这一回全力支持你，他说但是啊，你搞亏了，他说那我就不管了，好吧？他说你别说我，哎，你们天天把我归到皇帝男了噻，他说我这辈子我要当一回伯乐男，他说你就好好搞。然后呢，他们俩就就是准备搞这个事儿，这里的那，后来。有一天我们一起吃饭，我就感觉那个女生就是很闷闷不乐，就不开心，挂脸子。我也没想是为啥。后来呢，我就听那个男的在旁边说，他说他说小姐，他说你老人家要搞事业，你要搞个什么医院？哦，这个医生要我帮你找，地址要我帮你找，图纸要我给你画，销售要我给你去张罗。他说这到底是你搞事儿还是我搞事儿啊？什么东西都要我弄。他说那我还不如自己搞。他说那为什么要你搞呢？然后来他说这样好吧，你也别搞了。我也想了一下，我呀，他说我直接就是什么呢？花钱买轻松，好不好？我给你老人家再打500万。他说这个事儿咱们以后就不提了，行吗？他说我再给你打500万，这事咱们以后不提了。然后我就在旁边说，因为那个女生就脸色就很难看嘛，特别难看。后来我说你是不是闲着没事干呢？我说你这天天的有事没事的在那作，在那闹腾。我说这生活不是过得很愉快吗？然后他就闷闷不乐，我要直立行走，哈，因为这个直立行走又搞了500万。笑死我了。所以这就是我跟你们讲啊，就是你们所谓的什么我要搞事儿，就是你们这个事儿在那个男的听起来就是你什么东西都要问我，你什么东西都要我给你张罗，什么东西都要我给你搞，那你还搞什么呢？因为什么？因为人家男的都是有自己的事业板块的，懂吗？他原来不是做这个的，他是做别的行业的。你让他自己，他是不会来做你这个行业的。他有他自己的事业板块做得好好了的。然后你老人家，你突然搞个事儿，完了以后让他去学习新知识，是吧？完全是跨界，让他是搞跨界，对不对？然后要去学你这个医院怎么开，你这个店怎么弄，这个销售哪里搞，你这个医生哪里请。他没有这个脑子，他觉得我把你这个脑洞这样，我不如再把我自己这个行业再好好做大做强，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说你们就不要怪人家男的不给你们投事业，明白吗？投事业是首先你要有从0到1的能力，然后再来投事业。我在金贵的关系里面是不是给大家讲过了的？我说很多女孩子她的误区在哪呢？她一出去她就跟人家聊说，你给我搞点事儿干呐，我们搞点事儿啊，赚点钱嘛，对不对？有没有？我们直播间里有没有这样的？出去也认识大哥，也认识大佬，是吧？也认识大苹果。但凡就是你搞点项目我做一下，你搞点事儿我做一下，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你们最后这个东西搞不成？为什么？因为你没有从0到1的东西，你没有你自己的一个盘子，对吧？我们说在金贵的关系里，我给大家讲了的，如果我们希望去撬动别人的资源人脉，你必须要有自己的一个盘子。你说我是做什么的，或者说我原来有什么？你说你做过一个100万的业务，那么人家有了这个关系，他能够让你去做一个1000万的业务，对不对？你说你啥都没有，你上来就是搞点事儿做，搞点钱挣。人家心想我跟你搞什么呢？你什么东西都要我跟你搞，你这怎么搞得起来？你最后肯定搞不起来，搞不起来最后是个亏的，对吧？明知道是亏的，别人为什么还那别人不如给你买2包算了，对不对？
所以说脑子要充实起来，而且你一定要有具备去搞这个事儿的技能，你才能搞这个事儿，否则就是不要开这个口了，对吧？你还不如说是想想我买个车吧，是不是啊？哎呀，我就叫滴滴，我买个车，对不对？天冷了，下雪了，我们要买车，要不然不方便出行了，对不对？要不然我就再读个书。哎，我想去学习一下什么呢？比如说我喜欢服装，我想开店，那我去学一个服装专业吧，我去学一个服装设计专业吧，对不对？充实自己的脑容量，哎，这个路径也是可以的，是吧？哎，大家右下角的这个扫一下啊，有没有加我们的微信的小伙伴一定要扫一扫右下角的二维码，首先是加到我们的微信里面啊。跟我们的团队建立起更为直接的沟通方式，然后呢，我们到1月份之前都会是在单平台直播，不会在平台看到那些大平台上面直播。我们每一场的直播开始之前，都会在我们的朋友圈以及我们金贵的社群里面给大家发直播通知。然后直播结束之后呢，就会把直播回放生成，直播回放链接我们也会发到我们金贵的社群里。同时，我们还会有社群里的管理员给大家总结的每一场直播的10个经典案例，以及我给到大家的方案的这个文字版本啊。我们这个今年年底31号，我们会在杭州有3天的哼哈线下的一个专场活动，想要报名的小伙伴赶紧抓紧去找你们的报名。明天早上10点钟我们正式开价啊。来下一个，对，我们是要去迪拜了，是的，反正最近生意不好做嘛，干脆出去玩，对不对？生意不好做，干脆出去玩。没有，下线没有。蔡小茉莉，这几个都没连我。柴影77，我这里都没有，都没有。去迪拜也，我应该会直播的，但是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到其他的国家生活。你们知道，从口罩时期到现在，我就没有出过国了。我就没有出过国了，所以说我现在不清楚出国了以后好不好播。不会跟老公找理由要米呀，这个东西是练的。我跟你说，你们一想开口啊，是不是感觉这个胸口有一块大石，是吧？感觉有一种胸口碎大石的感觉。很多受中国就传统教育影响的一些女性啊，就是这样的，开不了口，是不是开不了口？她觉得我一旦我要，我还要找你要点什么东西，我就觉得，哎呀，我这一下子我这个胸这儿就堵住了，怼住了，是不是？这是一部分，还有一部分做事业女性的，更是如此。她觉得我自己都能挣，我何必要找你要呢？对不对？显得我好像很低位。显得我好像很卑微，其实这个不是卑微，这个不是低位。我跟你们讲，这个世界上的强者是敢于开口且不怕被拒绝，这个才是强者思维。就是任何的事情，只要我能达到我的目的，我不顾及这个中间我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这个方式方法我又不害人，对不对？我无非就是想一想怎么跟你说，是吧？怎么去说的你心里更舒服，更容易让你把这个事搞成。其实用在事业上面是一样的，你们去跟客户也要谈判，你们跟甲方也要谈判，你们跟领导也要谈判，你们甚至跟下属他也要谈判，对吧？最终为了达成我们自己心目当中想要的目的，其实你只是把这些角色换成了你老公，换成了你男朋友而已。为什么就不可以这么做了呢？他同样可以这么做，对吧？你只要能够想尽一切办法硬也好，软的也好，对不对？撒娇也好，撒泼也好，随便你。但是最终你想要的那个目的只要达成了，就 OK 了呀。而且两个人的关系变得更好，这有什么不好的呢？同时又能够让对方付出，又能让你们的关系变得更好，变得更紧密，何乐而不为呢？对不对？对，敢于开口还不能怕被拒绝，不敢开口跟开口拒绝其实都是弱者思维的表现。
下一个是谁啊？哦，好，我们现在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留言啊，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给我们扣出来。什么叫被吊着了怎么办？被吊着了怎么办？说明你自己的鱼太少了，你是别人池子里的一条鱼，但是别人有很多鱼，对不对？那你呢？你没起量啊，对吧？可以后台播放，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用。你们要自己研究一下。我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右下角的这个小黄车点开，你们可以看到我们有包年的语音服务，包月的文字服务，还有探爱听诊单次。这个探爱听诊单次是针对我们10点半跟哼哈的专项的探爱听诊单次。然后还有我们的闺蜜圈，闺蜜圈是跟我交朋友、跟我见面的一个渠道。如果说想要线下跟我见面，想要单独跟蛐蛐一起玩啊、吃饭的宝宝们，可以去拍这个闺蜜圈。我们闺蜜圈目前呢已经有100多号闺蜜了，都是一些非常高净值的女性群体啊，是给大家一个交朋友的一个平台。我们20号这一次就是跟闺蜜圈的20个宝贝们一起出去玩。一起出去玩，还有这个金贵的关系啊！我知道大家有很多人在很多别的地方都有看到过我们各种各样的金贵的关系切片，但是我们的金贵的关系它不仅仅是一门课，同时它也是我们的一个终身服务的社群。我们这个金贵的社群会不断的去给大家增加更多的增值服务。我们金贵社群每一个社群都有一个单独的管理员，管理员每天会无偿的在里边给大家解答各种各样的问题，同时呢也会帮大家总结我们的直播的经典案例，还有我给大家的一些策略的方式方法，10个经典案例的总结啊。我们这个上面也会有直播回放，直播结束以后马上就会生回放，我们会把直播回放的链接也发到社群里。喂 ，Hello， 你好。你好。哎，你说。是蛐蛐吗？是的，你说。天哪，我那个太突然了。刚才还说我连不了呢。你好，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那个开朗的笑声。我就念稿吧，有点紧张。好。我觉得你的笑声真的是特别能够治愈所有心灵疾病的笑声，特别感谢你，感谢你的团队，感谢大美老师，我是金贵的学员1v1大美老师。好。我每天我每天就是都要在那个社群里蹲着，或者看社群里边那个小姐妹的那个情况，我就觉得心情特别愉悦。那我就说一下我的基本盘。好。我今年45岁，23线城市，6年前扯了快乐症，有一个男娃，现在月入30到40W。男嘉宾是那个。你稍等一下，你刚刚说你月入30到40W。年入。OK。我说错了，不好意思。好，接着说。男是那个大佬，大我14岁，我们是同事，我们共事20年，我们在一起13年。他是我公司的老板，他就算是职业经理人那个样子。他的收入呢是从一开始的慢慢几十个 W， 就是现在涨到现在这1-2年，每年能有400-500个 W 这样。前13年总共付出100个左右，都是有大事的时候他主动给的，我从来没有开过口。比如像是那个买房首付，还有我父亲生病住院这个样子。那个我是5月份刷到蛐蛐的，才明白我对的是个稀巴烂的关系，他一直就对我低成本持有。这10几年我们相处过程中，我们有很多矛盾，但是都以我自己退让、逃避、包容，就扛过去了。直到就是刷到蛐蛐，完了以后学了金贵的关系，内心才逐渐强大起来，也明白了很多道理，提升了对这段关系的认知。我是从5月份1v1大美老师以后，很有收获。我是开口要了100个 W 的米，理由是我父母买房换房子。这个米是11月份拿到的。而且
这期间也开始要礼物了，原来也从来不懂得要礼物。7月到10月，一共买了5个 W 的礼物。现在我有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这个月是生日，我是不是可以接着要礼物？因为这个问题我上次给大美老师的时候忘了问了。可以啊。还有就是也可以接着要是吗？当然可以啊。因为我是觉得就是前面不是又给米又给礼物的话，我就不好意思再要。上一次的礼物是什么时候啊？7月份，就是7月份我们出去玩了一趟。对呀，这都12月份了，这次要礼物咋了？对。还有就7.7的时候也给了，就是这2次吧，买了2次礼物，一共是5个 W。也不，这都12月份了，小姐，这都要过年了。完了那个，因为当时的时候问大美老师的时候，我只是问那个用不用给他送礼物，因为他的生日也是这个月。当时大美老师说的时候就说你就买一个小礼物就可以了，不用太多。但是我是因为上周带他去看了演唱会，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路费加上乱七八糟的，一共花了就是有4、5K 吧，我说这个就当送你的生日礼物了。他也没有说话，他也没吭气儿。那就说我这个礼物还是正常可以要的是吧？该要啊。行，好的。这不过年了嘛，你这是跨年加生日一块儿，知道吧？行，那就是说就是还是跟前2次要礼物就那么直接要。你是大美老师的那个语音的学员是吗？语音。对，语音，因为我们都这么长时间了，就是因为我觉得就1个月的那种话术的这些，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用，因为平时的时候，因为我们天天见面，就是白天都天天见面，这，所以我是那个。那你还是属于悟性比较高的，悟性挺高的，完了以后，但是大美老师说那个我这个男嘉宾，他说是他还算比较，就是刚开始觉得，就是我刚开始跟他连的时候连了几次，但他觉得他是一个很小气的人，不付出，不抠的。但是后来我说这个100W 到了以后，他说还是个很大方的，他说是这个你没有还是挺痛快的，他就觉得。对呀，那就是因为你前面这几年的操作模式有问题，就是你前面这几年可能压根就没怎么开过口。从来没有开过。对，你不开口，所以你就没结果。你来我们这儿就是老师，就是说白了就是从头到尾教你开口，对，给你勇气，鼓励你。是，确实是这样，真的是这样。而且就是大美老师特别温柔，他那个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我就觉得特别好听。哎，我是觉得天哪！我说这种话，我觉得不敢跟谁开，这样说话，那谁都能答应。对的，是的。所以我就是慢慢就学大美老师那个说那个语气、那个腔调啊什么的。还有第二个问题，老师，老师第二个问题就是最近他在看房子，想买房子，因为他这么多年一直是租房子，因为他的那个不在我们这个城。他一直都是租房子，他现在想买房子。我是不是可以跟他说这个房子写我的名字？因为这个问题我问过大美老师，就是那100个 W 刚到手的时候，我就问过大美老师，大美老师说最好不要提，因为他不是个特别大方的人，刚给你100，你现在又提这个，就觉得他会急。是这样的，这种东西是这样的，提什么都可以提。我跟你讲，我们讲过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就是时机大于态度大于话术。时机大于态度大于话术，就是说，我们任何时候其实说什么都可以，但是呢，态度很重要，因为你任何一句话要有灵活度，要可进可退，而不是说我一个事儿，我变成了一个我非达成不可的诉求，非达成不可的诉求，那是在时机非常合适的时候，知道吧？但是呢，在有一些没有那么合适，或者说我不确定这个时机合不合适的时候，这个态度它很重要。我的这个态度说出来，它可能就是个玩笑话，不一定要达成的。我为什么一定要达成呢？我想要这个事儿，我可以干嘛呢？我们俩只要是开心了，我就可以说。
哎，你以后要买房子，房子上会不会有我的名字啊？这是不是可以提？我这样提了又怎么样呢？他说你想多了，你想得美。那我说好吧，你不写就算了呗，真是的，这么你不写就不写呗，你干嘛冲我发火呀？懂吗？提都是可以提的，这个提它是在干嘛呢？它是在搏机会，知道吧？它不是说我一定要怎么样，而是我要搏这个机会，因为我今天这个事儿我提了，我是不是有达成的可能性，对吧？首先我的可能性上去了，再一个，就算没达成，我是不是又可以在下一次我顺势我要去做别的引导动作的时候，我就把这个事儿拿出来说事儿，我又可以铺垫我其他动作。哦，明白了，对不对？我要自己买个什么别的东西，我过了2个月，我想买别的东西了，我怎么说嘞？哎，那你房子都没写我名字，你还不能把这个给我买了吗？它不就结了吗？明白了吗？就是有些动作它不是为了当下一定要怎么样，而是为了去铺垫很多其他的东西的。哎呀，主要是这么多年也没开过口，胆儿特别小，就是开玩笑都不敢开。你现在不是有正反馈了吗？正反馈也是提心吊胆的。哎呦，你们再不要那么害怕，已经有正反馈了，只管搞，只管大方的搞。行，好，谢谢曲曲老师给我信心了。下面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有点敏感，就是因为最近公司出了点事情，因为我们是那个就是医保疗行业，这个能说吗？就是因为当时我们有同事就是被那个叫进去了，就是谈话就是进去了，完了当时他比较着急我们几个中层开会，我也很着急，就怕这个事情牵连到公司和他是法人嘛。完了，我就去找一个比较要好的姐姐，通过这个姐姐的关系链接到一个大老板。这个大老板他的关系特别多，完了以后我就带着这个男嘉宾去跟这个老板见了一面，吃了一个吃饭。当场这个大老板就给那个就是管这个事情的一个上级一个叔叔，就是那个机构的大领导打电话。完了以后呢，第二天呢。他还让我带了10个 W 去拜托那个姐姐去给那个大老板，但是没有让我去，就明确点不让我去。但是后面他就不让我再找这个关系去跟进了，就是挺奇怪的。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副总是女的，她是做业务口的，因为我不是做业务口的。就是那个女的副总，她也有点关系。后来他就一直让她从那个女副总那跟进这个事儿了。这个事儿到现在快2个月了，你现在有什么进展？中间有什么进展？他从来也不跟我讲。我也没有问过，我就感觉这个事情挺麻烦的。现在人一直没有出来，而且还要各种资料数据。我就是不明白他为什么花了钱，就这边已经花了这个钱，他还不用我这边的关系，他是更相信那个女的吗？还是有什么别的原因？不知道，这很难讲，这种东西很难讲，这很复杂的事嘛，那谁知道呢？他肯定有他的想法喽。颜值就是要不他就觉得那边更靠谱，要不就是他不想让你知道太多，没什么别的。不想让我知道太多，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都有，去分析这个事儿意义不大，好吧？意义不大是吧？是的。反正因为我就觉得他好像就不相信我，就是哎，不重要啊！你现在讲的这个东西重要吗？不相信你，所以呢？怎么样的就没有意义的事情就不聊了啊。好吧，就这样啊。好，明白了，谢谢，拜拜。第一次听我说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看那个有一个专家开会的时候，人家主持人噼里啪啦在旁边问了他一大堆，然后那个男的说我不知道，就问了他一个特别特别挖坑的一个问题，你们有看吗？最近不是短视频有一个到处传的，特别特别挖坑，那个女的问了一个特别特别挖坑的一个问题，然后那个男的他问了很多，那男的说不知道，我不知道，对吧？就有些事情就是这样的呀，这里面就错综复杂的，我能一下子跟你说他是怎么回事啊？他也不是1、2句话能说得清楚的，对不对？反正跟这个男的的这个，你只管这个男的给不给你就完了。
你只管这个男的给不给你付出，你只管你们2个人这个事儿搞不搞得好，你管他其他那些是干什么呢？你们天天操的那个心啊，维度有点操高了，知道吧？维度操心操太高了。我们是不是跟他讲8个字？不问不答，不求不助，明白吗？不问不答，不求不助。你们不要给这个男的当妈，你是他妈，你是他哪位？人家都不想让你把这个手伸这么长，也不想让你去了解他这么多事儿，也不需要你非要跟他搞这个关系，人家就是点到为止，你就是不问不答，不求不助，对不对？来，大家那个赶快把我们的二维码扫一下啊！右下角的这个微信二维码，大家一定要把二维码扫下来，加到我们的小助理。因为你们也看到了，现在的这个直播形势非常之严峻啊！如果大家不想走丢啊，未来的每一场直播，希望都还能够准时准点的跟曲曲相遇。那么大家一定要扫我们的微信二维码，进入到我们的朋友圈，好不好？然后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所有的团队服务啊，包年的语音，包月的文字，还有单次的这个针对哼哈的探爱听诊，还有我的闺蜜圈以及金汇的关系的正版课程，好不好？大家都可以逐一点开去了解一下。刚刚这个连麦的宝宝是我们大美老师的语音的1v1学员，对吧？他是跟这个男的好几年，是吧？低成本好几年，来我们这儿从几月份？我5月份开始1v1的，到现在是吧？终于让这个长年累月的男友付出了100个 W， 以资鼓励，不容易啊！来下一个来。下一个是谁？今天直播多少人？我们今天在线是5000多个人，现在，一般在这边思域平台播的话，同时在线差不多就是5、6千个人吧，啊，5、6千个人，对。然后我们现在的直播目前是只在这个单平台直播，只在这个单平台直播，到1月份，不是录屏哦。今天是12月14号，对吧？12月14号，铁公鸡拔毛，其实有的时候不是铁公鸡，你们知道吗？你就看刚刚这个女生，是因为她自己没有这么操作过，她没有这么开过口。可以呀，如果说希望大家可以帮我们的直播转发出去啊，把我们的直播转发给你们的小伙伴，或者转发到任何的群里边，转发到你们的朋友圈里边，可以让别人找到我们，好不好？我们的这个直播连麦是预约制的，是必须要提前去预约，然后提前去审稿，然后才能上来连麦的。所以说不是这样，你们的即刻连的，即刻连是连不了的啊。怎么判断是不是铁公鸡？顺毛摸不下来，跳脚搞，跳脚还跳不下来，那就是铁公鸡，是不是？总不是正着来是倒着来，两边都来一遍呗，对吧？有的人，绝大部分的人还是吃情绪价值的，绝大部分的人还是需要你去正向的去引导，正向的去给他一些情绪价值，然后正向的去开口提你的诉求，明白吗？我跟你们讲，很多人是这样子的，在你们不想开口的时候，其实是为了什么？你们不想开口，是不是为了维系自己的高姿态？维系自己的高自尊，对吗？你们所有的就是想要什么，想让对方为你付出什么，但是你们是不是都有一种心态，就是说希望对方是心甘情愿的做？可是为什么我们希望对方是心甘情愿的做？为什么对方稍微表现出一点不情愿，我马上就不敢再说了，就不想再说了，甚至不想要了？为什么？是我真的不想要了吗？不是的。而是我觉得我再要下去有点没脸，他都不想给，为什么我还要要呢？这个就是你们坐在你们的凳子上所做出来的思考，对吧？但是我跟你们讲，什么是客户思维？什么是客户思维？你们就想一想啊，当你们出去买东西的时候，
如果说这个店员他对你爱答不理，你会想买他的东西吗？如果你们买东西，有一个店员他跟你说，他说，哎呀，美女你好漂亮啊，什么，首先跟你搭话，对吧？哎，你可以看一看我们这个，他就跟你说，哎，这个东西怎么样。虽然说你也不一定会买，但是相比之下，一个对你爱答不理的人，跟一个对你，哎，他又跟你提供服务，对吧？也跟你去介绍这个东西的卖点，你到底是哪一个更容易让你买单呢？你肯定是倾向于后者，对吗？所以其实让我们的男朋友，让我们的老公去为我们，就或者为这个家庭去付出更多，它是同样的一个逻辑。就是你需要站到客户的角度上面去想问题。男人他会这么想的，你都没要，为什么我要给？对不对？你又没要，你不开口，为什么我要给呢？我为什么要贱嗖嗖的给你呢？对吧？你不要我买，我非要买，我给你买呢，我不得享受享受你给我开口的这个过程嘛？所以他有的时候他是在等着你开口，他就是在等你什么时候能开这个口。哎，你开了，那我不就能享受享受这个当大爷的感觉了吗？我这个时候再买这个单，我是不是就觉得我享受服务了？明白了吗？所以你要让那个买单的人他享受到一定的服务。如果买单的人不能享受到服务，他天天要维系你的高自尊，他就不会买这个单啊。Hello， 你好。去学。哎，你说。哎，我那个问一个问题是这样的，就是我是3个月之前刚出了围城，原因是就是我前任就是在外边有很多那个女的，然后并且还就是家暴，然后我就是我提的，但是当时找了那个律师，他就就是提到那个就是提到那个法院的时候，他就只提了我们俩就是出围城这个事情，所以当时就是没有说财产进行这个分配。但是我们之前在分开之前，说的是所有的财产1人1半，但是就是这个结束之后，他就一直没有跟我签这个协议，并且没兑现。然后就是他反正想，因为当时我们是共同有一个房子是我们婚后他父母出钱，然后但是我们还了部分贷款，我是有2个房产证，我们俩1人1个这样了，然后按理说应该是我俩1人1半，然后他后来他父母找到我说就是给我一笔钱，然后让我把房过户给他，我说行，但是到现在就是一直不落实，然后就是今天说有钱，明天说没钱，所以就我在想这个事儿怎么能推动一下。房子有你名字吗？有我的名字。你能处理抵押买卖吗？现在的情况是，他家的意思就是因为当时就还有一部分贷款没还，他的意思是先还，他家先出这个贷款钱，然后再凑钱给我。我说不行，你得先把这个钱给我。然后因为我不想要这个房子，因为我跟他这个结束以后，我现在又贷款买了一套房子。我问你能不能处理这个房子的抵押和买卖？那就是如果是能卖的情况下，应该是可以的。对啊，那你就卖了就好了呀。就是现在他也不同意卖，关键是。我才问你能不能买卖嘛？他不同意你就卖不了，那就是不能卖。哦，那就不能，因为就是有2个房产证，我们俩1人1个。这个房子他当时这一个房子是有2个房本，因为它面积有点大。所以占了2个名额，但是你的个人的份额可以抵押吗？可以。你个人的份额是可以抵押的，对吧？对。对呀，那你就把你个人的份额抵押掉就好了呀。人家到时候要的时候就把你的这个份额收回去就好了呀。哦，明白了，你的意思就是他这个事儿也不用非得强推。我现在是就是又向法院诉讼了，但是还没有开始那个什么。强推这不是推不动吗？你是不是主要是想拿钱吗？什么样的方式能拿到钱，就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拿。如果能够不跟他沟通，就不沟通，反正就逼着他来跟你沟通，就肯定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他是体制内，又是那个，就是他们家又是2代，就是那种，我能不能就是通过这个逼一下？怎么逼呢？你逼什么？就是比如说，因为我手里有一些他的证据什么的嘛。那你这个就跟他聊嘛，你直接就拿这些东西跟他聊就好了呀。
哦，行。嗯，然后另外就是我个人的情况就是，我现在就是本职工作是在体制内，然后工资比较低，然后兼职做直播，做直播大概一年是大概到手是50-60这样子。然后我现在就是因为我自己买了房，所以压力就还挺大的。然后我在想，就是这个事业方面以后是要不要辞职，就是专门做这个。你做直播一年能赚50-60，说明你直播做的不还可以啊。你是做余播吗？对，余播，但是就是因为是兼职，每天就是晚上播一会儿，所以没有全职。你就晚上播一会儿，你一年能挣50-60？大概就是这个情况。那你就好好播吧。你那个工作一年能挣多少呀？一年估计就5-6万这样子。那你这个问题有什么？这个工作在我们看来就没有价值。就是因为这个我这个前面那个房子就是公积金贷款，所以还绑着那个贷款嘛，所以现在就比较尴尬。这是事儿吗？这些东西都是事儿吗？你自己交不了公积金吗？你自己？也能交吧，但是可能传统这种想法。问题吗？这都不太安稳嘛，就是心里也没底儿，因为这大哥。那这一年4-5万能给你底儿啊？这是什么底儿啊？破鞋底。然后就是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在这个就是最近遇到一个富二代，但是呢我俩认识了就10几年了，然后但是他跟我在一起以后就是也没咋付出，我在想就是怎么能让他多付出点儿，在现实，因为可能直播就是说我还知道怎么来那个什么。大姐，你是我们学员吗？我是。你是我们学员，你怎么问的都是什么问题啊？付出是在一起之后再来搞的事情吗？就是有点。你在一起之前干嘛去了呢？就是在一起之前也在群里问过，但是就是也没控制住，最后。那你还问什么呢？你控制不住，那就说明你该跟别人给点钱，懂不懂？你控制不住，谁控制不住谁给？他控制不住，他才给你给吗？你控制不住，那就你跟他给点嘛。那现在就是我要不要后撤，就是不搭理了。你控不控制得住？你先讲你控不控制得住？你别3天不搭理人家，然后又扑回去了。现在就是不是，然后就冷静下来，就想他也没给我什么情绪价值也没有，然后物质也没有，就心里不太平衡。你有啥不平衡的？都不是你自己应得的吗？不是你控制不住吗？你有啥不平衡的呀？那倒也是。那现在就是怎么我不是还是想及时止损吗？那止损那就赶紧止吧，好不好？赶紧止啊！别止完了又说自己控制不住，好不好？你控制不住，人家是不会给你的，好不好？但是现在就问题是我们2个一起开了一个公司，刚开始所以说就是现在就很尴尬，因为你之前说过不让走自行嘛，但是现在走到这一步了，就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关系了。退股啊！退股，我就是这个公司我没出钱，他出了。那有啥好说的呀？那你有啥？不是你又跟他没有实际业务产生，有什么叫走到这一步了呀？我那个4-5万的工作，我能辞吗？我不还得交公积金吗？公积金没地儿交啊！我这个跟他2个人已经走事业都走到这一步了，妈屁事也没有，走到哪一步了到底？那倒是。啊，你们做啥业务了？1年1000万？现在也没有。啥都没有，你走到哪一步了？你们到底是？那我还是跑吧。还有问题吗？别生气，别生气。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了，没有了。拜拜。你们是自己把自己往绝路上逼啊？是吧？自己把自己往绝路上面逼，是不是的？那我的公积金怎么办呢？我房贷要交公积金，我1年4-5万的工作不能丢，是因为我1年额外挣的那个50万交不了我这个公积金啊！自己把自己往绝路上面逼，是不是？我跟这个男的已经这样了，我们俩已经又搞了感情，又搞了事业了，我真的没有退路了。1年挣1000万了，没退路了。妈的，公司随便都可以注册，
还没出钱，又没出钱，又没出力，又没搞业务。他跟我说他不行了，他已经走到这一步了，逼死自己吧你们！我真的是服了，哎呦，真的有的时候真的不怪男的，你们知道吗？真的不要怪男的，怪男的干什么呢？男的没忽悠你呀，他没想这个女的这么蠢。是怎么你们问的问题啊？那男的自己都听不懂，知道吧？你要是跟那男的说，我们俩已经又有感情又有事业了，那男的肯定一脸懵逼。我们俩有啥事业了？注册个公司就叫有事业了。而且这公司你也没出钱，你也没进工商登记，咱们俩到底有啥事业了呀？我是不是还得对你终身负责呀？你说你得给我交公积金，是吧？我都给你开公司了，你得给我把这公积金交上。啊，一天天的折磨我，是不是啊？到底是不是折磨我？所以说啊，傻白甜他直播，他每天随便播一播，他还能一年挣50万。你看看，他每天随便播一播，一年还能挣50万。这动这什么男的脑子，不知道这男的脑子有啥好动的。哎，大家把我们右下角的这个微信二维码扫一下啊。右下角这个微信二维码扫一下，一定要加到我们的微信朋友圈，好不好？然后呢，我们微信朋友圈每天都会有我们给大家的一些精彩的一些案例，给到你们。可以看到我们每一场的直播通知，我们现在依然是每周直播3场，定时定点，周二、周六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四晚上6点到晚上10点。只不过在1月份之前，我们都是在这个平台直播，在其他平台不播啊，在其他平台不播。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进到我们的朋友圈，不要跟我们的走丢，不要跟我们走丢。没有看过《金贵的关系》的，先去把《金贵的关系》看一看啊。我们这个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第7个产品就是金贵的关系。有了金贵的关系，就可以进金贵的社群。每一个社群都会有一个独立的管理员，每天给大家答疑解惑。然后呢，给大家发我们的直播总结的10个经典案例啊。董宇辉说他干啥呀？对，我不认识，说不了一点儿。Kim 呢？吴千语，我看了一下，他还好啊，他挺正常的，他没有什么很明确的手段性的心机性的这种行为。我看他，我感觉他挺直女的，我觉得吴千语还挺直女的，看着那个反而情商挺高的。奚梦瑶情商挺高的，有一说一，也很会给情绪价值，情商也很高。而且奚梦瑶她还特别能够给人家当妈，她有那种服务意识，是吧？还能给这种你们知道这种像何猷君他们这种二代都是属于脑子无比之发达，但是生活上非常残的这一挂，就生活无法自理的这一挂。但是奚梦瑶就是可以像一个，是吧？像一个妈妈一样给他做服务。没连上，这 Kim 没连上啊。这都是我平时穿的衣服，这都不是我其实给直播买的衣服。我直播买的衣服相对来说会比较浮夸，但是我这不是在我在我闺蜜家里，这是我正常平时穿的衣服。奚梦瑶是大智若愚，哎，对的，她还是很有东西的。我觉得奚梦瑶挺有东西的。其实我觉得吴千语，她一个呢，她是长得很漂亮，对吧？她的颜值，首先她是非常出挑的。再一个呢，就是她其实不是属于那种，说非要高攀一个男的那种女生。她其实是从她的那种样子上能看得到，她是主打就是对谁她都其实无所谓，你爱来来爱走走，她是这样的。她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她没有那种，还不像以前啊，什么李嘉欣啊，他们那些
都是有明确的想要去攀豪门的那个感觉。吴倩没有，他身上一点这个感觉都没有，他就是完全就是觉得，你要来，你要走，反正我挺好，我也没指着让你给我花什么钱，就是他这种气质，他那个气质表现出来就是我也没指着你给我花什么钱，反正我自己过得也挺好啊。然后再加上他的颜值又很能打。Hello， 你好。你好。哎，你说。曲奇你好，终于连上了。就是你好，听得到吗？听得到，你说。就是我这边就直接开始了，是吧？你说呀 ，Hello。好，那个马上，我现在这里网络有点问题。喂。哎，你说。就是我这边先说一下，就是我一直都很想连，然后有些问题，我这边先说一下基本情况。就是我现在的基本情况就是我是95年的，然后呢现在是夜视医生，然后年收入差不多稳定是在15左右，然后有车房，就是家里在帮忙还那个贷款。你声音有点小，你是戴耳机了吗？喂，你好。好，接着说。现在可以听得到吗？可以，接着说。然后就是现在就是有一个对象，然后就是家庭条件比较好，然后是90年的，然后呢就是自己的年收入差不多在150左右，然后个人资产的话可能是在3000左右，然后我跟他是认识差不多有2年，然后之前才认识的时候是就是接触过一段时间，但是没有就是在一起，然后然后后面一次又遇到了，然后他就开始就是说就是比较认真的说想跟我谈恋爱，然后就是追求我，然后呢就是在一起到现在差不多快半年，然后给我的就是送礼物差不多有前后加起来有20左右，然后追求期间的话是有5个，然后后面就是也在确认关系之前就见过家里面的人，然后也是就是说清楚了自己的所有的状况，然后也表明了一些自己未来的想法，然后说是觉得是以那个婚恋为最终目的，然后去交往的，然后看相处一段时间合不合适，然后但是后面相处的过程中，就是前2个月就是关系很好嘛，一直都在外面旅游什么的，然后到第二个月完了之后，可能就发现他会有一些什么就是约的行为，然后后面就是在闹分手之后，就期间他就一直都是说以各种理由来联系我嘛，然后就是后面过了1周就求和好。当时我就提出说，就是他这样的行为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就是要为他这个行为给我做出一些补偿，然后提出了2到3的这种补偿，然后他当时就是答应了，但是之后就是一直没有去再提这个事情，就是说就是一直要求见面，说就是见面再商量什么的，然后就后面就这个事情就有点不了了之了，然后一直到上个月的时候，然后就是加上送生日礼物吧，就说一起，然后可能有4个 W 这样，然后但是上个月我又发现他之前有过2次就是这种就是这种出轨的行为，就是偶然知道的，然后呢就是后面心态就比较炸嘛，然后前几天又发现他可能有疑似的一些这种可能的这种行为，就是出去玩人找不到啦这种，然后后面我就最近前2天都一直就是冷处理嘛，就是没有就是任何回应，就是找我啊什么的，道歉我都没有任何回应，然后昨天就是又就是一直打电话接了，就说就是说可以给我补偿，但是之前说的是如果再有这种类似的行为的话，可能也就是5个左右的这种就是
罚款嘛，然后现在他就是说就是愿意给一个，然后而且就是一开始的话就是态度比较好，道歉什么的各种也都有，然后现在就是感觉就是他现在就是态度也没有那么好了。然后我的问题可以说问题了吗？现在？快点。然后现在的问题是，就是我感觉自从上一次就是闹完分手和好之后，就感觉没有像之前一样，就是会开始以就是婚恋为目的的跟我交往，就是现在有一种过一天算一天的感觉。然后呢，就是现在就是说这个关系还有没有必要继续相处，因为我对他是很有感情的。然后就是说，然后身边的朋友基本上全部都是一起的。如果说要分手的话，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应该怎么说？也不希望有什么负面评价。然后还有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是关于我自身，就是我现在的收入是没有办法就是去大幅度往上提升的。然后就是说，如果我想就是增加我的收入，或者是未来是想就是自我再往上走一步的话，应该是什么一个方向？你们俩的家庭差距大吗？挺大的。他是富二代是吧？对。但你就是普通家庭。对。哦，如果是这样的话，很简单，他本来要找的呢，也是一个能够对他所有的这些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人，能够放在家里的，安安生生的，然后放他在外面出去玩的人。如果你想跟这个人在一起，你要想一想我刚刚跟你讲的这个事儿，你能不能接受，能不能做到？就是我的意思是，因为我之前也跟他是就是认识了一段时间，我知道他是这样的一个人，我是想清楚了，我是可以接受的。然后呢，我也并不会就他平时出去怎么样这些，我并不会去过多的干涉，只是说就是不要就是太过分，然后凡事有一个交代，就是我觉得就可以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既然就是没有办法做到就是专一，或者是很多的就是这种就是陪伴的话，我觉得就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物质层面上，停下，你听我说啊，你的所有的想法呢是对的，就是说，我是可以不管你，对吧？你只要不太过分啊，如果好了，你花钱解决问题，你的想法逻辑是对的。问题出在哪了？问题出在金额上了，金额就等同于你们对一个商品的定价。现在在这个事情里边，你没有定价权。你每一次这个卡在哪了呢？它是卡在你要的这个数，他不愿意给，因为他不愿意为你这么一个人，然后为这么一件未来会无数次发生的事儿，每一次都买一个你想要的单，甚至一次比一次大的单，他是不接受的。比如说，如果每一次发生这种事儿，每一次就开个玩笑，要个什么1-2万，他都 OK， 他觉得也没什么事儿，反正呢这些东西都不对我造成影响，不对我造成压力。但是如果你的行为是我的惩罚会逐日增加，甚至于是超过他内心当中所接受的预期，他就会觉得不值当。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不找你了，因为这个等同于你不接受，明白吗？你的惩罚金额是这样的一个趋势的话，其实是等同于你没有做到完全对他不管不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其实等同于你没做到。了解。所以你要想的是，你在这个男生心中只值这个价码，你要想的是价码的问题，是你们两个人有没有对待这件事儿达成一个统一共识。你比如说发现一次给1万他如果说 OK， 可能也就 OK 了，也就没什么了。你说发现一次给5万，他就不愿意，这问题就是出在这儿了。因为是他自己说的，就是上一次就是因为我发现我被那个绿了之后，然后我就因为上一次就是无条件原谅了嘛，然后我就说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怎么办？他说就是罚款。我说罚多少？他说5个。然后呢，这一次呢，就是他觉得他也知道我是觉得他就是有这样的行为了。然后呢，但是他坚持说他没有，所以他就觉得说他不能因为说他没有做的事情去，就是买这个单。没有实锤呗，你就是没实锤呗。对呀，你没实锤，你凭啥让人花钱啊？好，然后快速说一下就是剩下的问题哈，那就是因为我现在的问题也主要不是说纠结于这个就是1个还是5个，就是其实对我来说就是没有
太大的差别。我现在的点就是说，因为我不知道他的态度现在是想跟我继续往下走呢，还是说就是觉得说他没有这个想法。因为我觉得这是我的最终的目标，如果说有偏离的话，那么我可能就慎重的去考虑这个事情。他的想法是这样的，他认为你没有那么强的就是说你的可替代性很强，是你要不要跟他走，他是这个想法。如果说你能摆正自己的位置，他觉得你看清楚自己几斤几两，我们俩往下走也不是不行。但是呢，因为你没有什么不可替代性，于他而言呢，他也是随时可放弃，就这个意思。就是你能忍，你 hello 是比较让步，然后比较包容，然后在所有事情上我都是属于一个就是在让步的这样的一块，就是我会去抓着一些其他的事情，然后去跟他说。但是我觉得这样就是已经是太过分了一点。我跟你讲，姑娘是这样子的，心态很炸。Hello， 你听得到我说话吗？听得到，可以。你的重点是在于，因为你的自我价值没有太够，而且再加上呢，这个男生他是个2代，本身呢他自己没有拿到家里的绝对的经济大权，他也没有绝对的分配的这个能力，所以说这种人呢，说实话，就算你跟他结婚，你得到的也会很少啊。你考虑到这个问题就可以了。这个我是可以接受的，就是我现在的。只要是往上再可以走一个台阶就可以了。那么还有就是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时间到了，关于我自己。好，不好意思，关于就是我自己自身价值如何再往上提一点，可以给一个建议吗？你要么就是读书，要么就是工作呀，只有这2件事啊，没有第3件事了。好的，好吧，拜拜。好的，好，谢谢。我跟你们说，这种就是普遍的传统意义上所谓的我嫁入豪门了，是吧？我找了个有钱男朋友，我找了个有钱老公，这一类就是就算你嫁了一个有钱的老公，也依然会过得非常的平庸的这一卦，这就是非常典型的。为什么有的人嫁得好，他就可以飞黄腾达？为什么有的人看起来嫁得很好，但是呢，他却拿不到什么结果？其实就是这样，主要就是在看呢，在这个婚前，这个男生他有没有足够的能力为你付出，能力和意愿2个点都很重要，明白吗？一个叫能力，一个叫意愿。有能力没意愿，他就会给很多人付出。这也有能力没意愿，他会给很多人付出。如果是有意愿没能力呢，他可能会给你付出，但是他的付出呢又很有限。就是不管怎么样，到了婚后，你不会感觉到自己的经济条件在往上，不会有明显的感觉说我的经济条件很好，而是因为你生了孩子或者干嘛呢，你的人会完全被捆在这个家庭里边，然后呢，你又不肯放弃他父母给的你那点微薄的薪水，可能1个月2万，1个月2万，就是他们这种比较普遍的一个数。你们有看到很多的网红，他们有结过婚的，嫁的比较好的，出来说婚姻很失败的，出来讲故事的吗？基本上都是2万，就2万这个额度，知道吗？所以为什么我跟你们讲的是什么？任何东西啊，我们一定要工作要做到前面，而且想要去嫁得好，要不然就是找一个这个男的自己本身就很有。他有足够的能力去分配他的财富，对吧？我在这个人生想办法，要不然就是我自己很有能力。我找的虽然是个地主家的傻儿子，是个傻二代，但是我找了这个傻二代之后，我能借助他们家的背景，借助他们家的资源，把我自己在外面的社会形象再拔上一个台阶。但是这一卦我是不会轻易生孩子的，明白了吗？这一卦怎么能轻易生孩子呢？第一卦可以，第一类可以。婚前对吧？这个男的就给我搞咋，这一类我可以生，随便生。第2类就不能轻易生孩子。第2类你要知道，这个只是你的社会名片背书，你是要拿着这个社会名片，拿这个背书，是冲一个更高的事业台阶的。所以说行动路径要清晰，行动路径就是2择1，没有第3条行动路径。第3条行动路径叫做媳妇熬成婆。这哪
哪能叫个行动路径呢？我说实话，媳妇熬成婆，这能叫个行动路径啊？对吧？这把你的一生都捆死了。我看到的很多媳妇熬成婆的都是什么？都是2胎往后了。你想想看，2胎往后了，然后才好不容易终于有了自己的一套独立的房子。嫁入豪门的呀，就是跨阶级的这种嫁娶关系的呀，都是生了2个娃之后，这个婆家已经觉得你而且一直很温顺，一直很绵条，一直很温顺，一直就是给父母就是当牛做马，给他们这个公公婆婆当牛做马，在家里没有任何的话语权，不起跳，绝对乖巧的这一块。生2个娃之后，可能能为自己挣出一套房。在我们看来啊，就是这种人生是没有价值的。在我们看来，可能我只能说每个人的起点不一样啊。我们当然也不能说站着说话不腰疼。可能有的人你真的是条件太差，底子太差了。但是我反复跟大家讲，我们的人生讲的是一个投入性价比的问题。投入性价比，就我同样的时间，同样的精力，我放在什么点位上能够打出更大的结果，对不对？这个账我得把它算明白。我现在有时间有青春，对吧？有美貌的时候，我能不能去做业务？我可以去做业务的呀，对吧？我把我自己的这个魅力价值先做极致提升，行不行？我为什么非要去给别人当牛做马，就混的那点微薄的薪水呢？对不对？为什么那我还不如去找一个差不多的男的，反正一上来人家可能房子就能写我名字，虽然说那个房子不一定是豪宅，对吧？但是起码来讲的话，我的生活我不难受，没有人去压迫我，我不会在这个关系里面一个主仆关系，对不对？起码我内心很自洽，我很幸福。所以说大家想明白，对吧？2条路走一条，别走到第3条路上去。我觉得第3条路不值当啊。来，大家把那个右下角我们的这个微信2维码扫一扫，右下角的微信2维码大家扫一扫啊！大家一定要加我们的微信，进到我们的朋友圈，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跟我走丢了，暂时不会跟我走丢，好不好？因为我们在1月份之前呢，都只会在单平台直播，其他的公开平台我们不会播。大家如果想要每一场都不错过我们的直播的话呢，一定要关注我们的朋友圈，以及关注你们进的金贵的关系的正版社群，我们的会员每天都会给大家做一个像小棉袄一样的服务，好不好啊？然后那个就是我们月底的时候会有杭州线下的哼哈跨年专场啊，到时候呢我也会参加，一共是3天的时间。现在呢我们已经有100多个小伙伴已经有预备报名了，但是我们一直还没有开价，我们是在明天早上10点钟才正式开价啊。到时候一共是30个名额，如果说名额满了的话呢，我们就停止报名了，好不好？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啊。Hello， 你好，你好。喂，听得到吗？听得到，你说。来让我改命来的。我说一下我的基本情况。我今天要问的问题是2个，就是2个男嘉宾选哪一个，然后选择之后怎么推进。我大概说一下我的基本盘，然后比较复杂。我今年36岁，未婚，在珠三角的2线城市，目前是事业编，学历是本硕985，然后年收入大概20个，然后工作收入不算高，但休息比较多。我目前的资产情况是在广州有一个200个左右的小居室，然后10万左右的代步车。然后我之前是做教培的，自己创过业，其实当时做的还可以，1年挣了差不多60个。后来呢，因为就是抑郁症的原因，就放弃这个创业了。然后一直比较擅长考试，然后我是21年通过这个考试，然后进了现在这个体制。然后我比较特殊的点呢，因为我身体的原因啊，就是先天没有办法带球，然后我妈妈在没有征得我同意的情况下呢，她去抱养了一个篮球，我开始非常排斥，后来因为疫情呢接过来身边照顾，也有了一些感情，现在有点割舍不下。然后目前为止呢，养在我身边大概半年多，但我周围的同事、对外的这些同学呢都不知道这个情况。现在在家里呢，主要是妈妈在照顾这个小篮球，她现在呢是2岁，在家里呢是叫我姑姑。然后我原生的家庭呢就比较糟糕，
父母都接受过高等教育，但是呢，爸爸重男轻女，所以呢，比较早就和妈妈离婚了。然后妈妈呢又糊涂又执着。然后我在上大一的时候，她因为有过案底，丢了这个体制内的工作。然后目前呢有一个比较微薄的购买的养老保险，一个月可能也就3000块钱这样子。然后我的颜值呢，我也不知道是大概有多少分，身高的话164，身材属于前凸后翘的那种类型。然后一直到33岁以前吧，身边一直还是有推动婚恋的追求者，然后其中2位呢也见了家长，最终还是因为自己心里的坎儿过不去，然后自己就毁了婚。然后目前我的诉求呢是想进入婚恋，摆脱一些社会压力之后，再谋求自己的发展。然后呢，希望找到的男嘉宾呢能给我物质上带来一些改善，具体就是能帮我还掉50到80个之间的一个房贷。然后第3个希望呢，就是他能接受我包养的这个小篮球，或者至少不反对，就是他帮我还掉这个房贷之后呢，我用自己的钱养也可以。然后目前是2个男嘉宾，然后1号呢他是比我大8岁，然后44岁，是一个美资公司的工程师。他在珠三角2线的偏远郊区的农村户口，有土地，但是这个地呢还没有开发，旁边的村呢都已经是产业园了。目前的年收入是60个。他可快乐证有8年，然后有一个上高中的篮球是前任照顾，他每周呢就负责接送他到寄宿学校。照顾不多，但他还挺关心自己的篮球。他对自己离婚的表述呢是说自己不懂珍惜。我跟他是在 APP 上认识的，然后5月份认识，9月底见面，然后到目前为止呢是以男女朋友身份交往了1个月。他送了1.3个的 W 的礼物，然后目前呢见过他的父母朋友，然后也去过他家比较多次，但是没有发生那个。然后平时看起来消费不低，但他总说自己没有钱，因为他给前2个前任，一个是扯无快乐证的，另外一个就是前任女朋友，这样都送过房子这样子。然后男嘉宾2号呢其实是我的前任，但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在一起3年有2年是处于劈叉的状态，他自己不知道。然后目前呢他跟我是异地状态了，然后他年收入大概是50个，但是不太稳定。然后他一直是在主动推动跟我进入婚恋状态的，由于我处于劈叉状态，对他感情冷落比较多，然后后来他感情热度就下降了。然后到去年春节的时候，我因为跟劈叉的这个分手了，然后准备跟他推动围城的时候，他最终见到这个小篮球之后，以及在我谈这个物质条件之后呢，他就后撤了。然后分手这1年呢，他隔3差5都还是会给我发一些消息，我就高兴就回，不高兴就不回。然后我偶尔会让他帮一点小忙，他也基本上都接住了。然后目前的话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想蛐蛐给我点建议。首先啊，你的诉求达不成。你首先摆出来的什么一个男的结婚对象要给你还50个 W 的贷款，还要接受你这个篮球的这种人在我们的视野范围内是不存在的。如果要达成你的条件，只有可能是已婚为内为内，在跟你的关系极其不对等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帮你达成这2个条件，一个是还50万的贷款，一个是接受这个篮球。那如果我是可以在物质条件上做一些让步，我怎么样能够就是利益最大化，能够改善一些我现在的这种物质条件？改善物质条件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是认清自我位置，看明白手上的筹码，看明白我的市场价值，然后用一个非常切实的方向去考量一个人，而不是让他试图让他来 cover 你所有的开支，而是让他稍微的让你轻松一点是可以的，让他 cover 你是做不到的。还有就是你有点，我跟你说啊，你在男女关系的事情上面呢，我不知道啊，跟你的原生家庭有没有关系啊，但你有点自负，你有点自负。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就是你的条件一抛出来的时候啊，就已经说明你是完全脱离现实的一个状态。可是为什么会是脱离现实的状态？我不知道，可能你一直异性缘比较好啊，可能喜欢你的人也不少，或者是怎么样，有很多人觉得你好，我不知道。但是呢，
你可能是很难去推婚恋的。为什么呢？因为你的骨子里其实很自负。你对于什么呢？你对于就是说，哎，男的就应该怎么样这些东西啊，会有一些骨子里头会有一些不正确的认知。就是男人为你付出任何东西都没有应该的，所有的东西都是需要我们拿东西去做交换的。如果我们没有东西去做交换，别人什么都不会给我。那像在这2个男嘉宾，如果我不是一定要进入婚恋，然后您觉得哪一个好一点？就是我的前任这个男嘉宾呢，就是在婚前他给我付出大概有25个这样子。你听我讲啊，你不要说这2个男嘉宾怎么样，这俩男嘉宾说实话其实都不吻合你现阶段的状态。你要找的呢，其实是一个，我不知道你对婚恋到底有没有，就是说你是不是要走婚恋。我说了，如果你是要达成你的物质诉求和你什么养篮球的诉求，可能你只能找围内。如果你是要走婚恋，那么你就一定要学会节奏以及付出这2个词，你今天要记住。节奏就是我不能跟这些人说我有什么困难，我有什么篮球这个那个这些东西我都是不能讲的。我只有说我到了，我结完婚了，我慢慢一点一点的去通过人家，比如说通过让他收入上交啊，或者什么样的方式啊，慢慢的去把我的自己的生活变得宽松起来。这个篮球我就是他姑姑，我跟他没有什么关系，我就是他的姑姑。你不要觉得这个篮球跟你有啥关系，这个是你妈犯的错误，是她的无知造成的。你本来就已经活得很艰难了，如果你还要去跟你妈一起为这个无知买单，那么你们人生后面就会真的是越来越下沉。明白。就您的意思就是，如果我想推动婚恋，我就正常的推动婚恋，我也可以养他们，但是我不用把这个事情摆在桌面上跟男嘉宾讲。对的，因为你在所有我说了吗？为什么我说自负呢？你在对所有的男人为什么会有这种不切实际的要求？你会误以为有人能做到，那是误以为你有那么漂亮吗？你有那么值得吗？你有什么能让别人去做这样的不平等条约的签约呢？明白。那我就是就当做没有这回事，然后我自己的开支我自己 cover， 然后婚后自己想办法来改善这个物质上的这个状况，包括这个篮球和我妈妈的这个生活水平。对啊，你这个男的只要吻合你的择偶框架，对吧？然后也愿意付出，也喜欢你，他能够在情感上觉得还蛮受你控，那就很好了。然后这个人他的收入达标，对吧？我跟你说，你能找这种什么年入50什么这样的男的已经很好了，一定是逐步的。首先是让别人真的是跟你2个人过到一块儿去，而且你还有付出意识，你在生活上面要对别人有这种照顾的状态。你做饭呐，家里的这种就是所有的这些我们很细的比如说卫生做饭呐，这些东西你的服务意识要上去。这个人他能心甘情愿的把他的收入交给你支配，那么你就能够拿出一部分去解决你现阶段的困境。明白。就我婚前我说要让他付出50个到80个是非常不合理的，是吗？是的。明白。你合理是什么？你如果把这个事儿你包装成是什么彩礼，包装成是房子名字，还有的一谈。你包装成给你还房贷，那就废了，好吧？明白。好，时间到了好的，好，谢谢曲曲，太谢谢了。你们，你看这33岁的女生还是我认为我判断她其实是一直不缺男人的，知道吧？不缺异性缘。很多女孩子是因为有太多的异性的追逐，导致她完全看不懂形势，看不懂情况。就是你们知道有一些什么40几岁了的，40几岁的，然后呢他自己挺有钱的，他还要指望那个男的拼了命的给他砸钱追他的。我说你们这拼了命的砸钱追你的，只是因为想套你的资源，想套你的钱。我们看都不要了，真的看都不要了。为什么？因为如果人家真的愿意，就是说为了女人去砸钱，他一定会选一个年轻漂亮不懂事儿的，明白吗？如果他要选一个40岁的人去砸钱，那一定是他希望通过砸钱这个事儿能博得更大的一个利益跟价值。
没有说他就是因为爱你，因为说我一看到你，我灵魂出窍了，是吧？我就一眼万年了，我灵魂出窍了，我非你不可了，我就要把身家性命都给你了，这是不可能的，这是绝对没有可能的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它就不会发生。永远都想一想，你是拿什么东西出来做交换的，这个特别重要。你懂，我有东西在做置换，那么当他找我提这个诉求，我要给他的时候，我也不诧异，我也不意外，我也不会觉得哇，这个男的怎么不爱我，爱的是我的钱，对不对？我的预期是对的呀。所以像这样的女生，她就是什么呢？可能20几岁，刚刚入30岁，她还没有真正的经历到这个社会的毒打。我说的毒打是指的男女关系这个圈子里面的毒打，她还没有真正的看过男人比女人更现实这件事儿。她还在用，她原来都是因为她逃婚，都是男的追，男的很想跟他结，最后呢，她因为原来原生家庭的这种对于婚姻的不信任，对吧？到最后临门一脚的时候啊，我不想结，我跑了。他觉得我不想负这个责任，他一直觉得是别人跟着他屁股后面追，跟着他屁股后面跑。他觉得他在男女关系，在婚恋市场里面其实是掌握着主动权的，所以他会误解他在这个市场里面的价值。可是当你真正的拿一个不平等条约放在别人面前，我让你给我还50万的房贷，我还让你给我这养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男娃的时候，哪个脑子有坑会接受你呀？对不对？你换过来，一个男的跟你这么聊，你会接受吗？我们俩结婚之前，我现在虽然年纪大了，但我依然长得帅，对吧？我就这么讲，虽然我年纪大了，但我依然长得帅。我长得帅，追我的女的也挺多。我要跟你结婚，条件就是你先给我把我的房子贷款还了，完了以后，我还有个领养的儿子，你给我养着。你接不接受啊？同样的事情如果发生在你身上，你会怎么想啊？你会觉得你脑子有坑？我领养孩子，我能不能自己去领？我自己去领养一个行不行？我要养你的，对吧？我买房子，我要给50万，我不能去泡个20出头的，我泡个身材好的，泡个身体好的，体院的，我泡你是有毛病，对不对？所以我们所有的诉求啊，它一定要基于这个市场是怎么去认定这个事儿的，而不是基于你自己的认定，对吧？幸好他现在来连我，再晚个2年更废得很，真的。能不能生不重要，为什么呢？他可以找有婚史的，明白吗？他找有婚史的、有求的，人家对孩子没诉求，甚至于还有的男的，他很喜欢以前那个小孩，他不想你再生的，他也有啊，甚至于还有丁克的呀，这样的都有啊。这个倒不是最重点，是不是？这个其实倒不是最重点，重点的是你不能让别人去接受一个不现实的条件。来，大家没有加我们的微信的啊，右下角有一个微信二维码，大家把这个二维码扫一扫，可以加我们的微信进我们朋友圈。这样的话呢，我们无论何时何地在任何地方直播，大家就不会走丢了，好不好？因为我们现在的直播形式非常的严峻，好不好？我也没有想到，怎么就大家就要这么管我呢？我们每天被广大的女性同胞们说我是活菩萨，说我改了他们的命，说认识了我之后自己的能量变得多么的强，自己也不抑郁了。可是这些事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表彰我，没有人知道。可是有一些很小的一些那些小的那些点却会被无限的放大，我们也很无奈，但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的事情呢，我们就没有必要去纠结了。对不对？所以我只是希望现在还能找到我的宝宝们，还能够一直找到我，我们还能见到彼此，这个就是现在的愿望了，没有什么别的啊。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我们的直播分享给你们喜欢的小伙伴，好不好？分享给你们身边的那个有可能能听懂我说话的小伙伴，好吧？大家一定要把微信扫起来，然后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团队所有的服务，有文字的咨询、语音的咨询，还有我们的闺蜜圈以及我们的金贵的关系。大家一定要去买我们正版的金贵的关系，因为正版的金贵的关系我们会有金贵的社群，这个社群我是希望能够一生陪伴大家的。我们每一个社群里都会有一个独立的管理员，管理员会一直给在社群里的宝宝们提供很多的干货的服务，以及我们每一场的直播的经典案例总结，还有我给到大家的一些方式方法和策略，好不好？然后我们这个月末会在杭州有一场线下的哼哈跨年专场啊，有兴趣的宝宝们一定要去找这个微信去问啊，也可以找你们的管理员问。
然后呢，我们要锁名额，明天早上10点钟放假，30个名额拍完就没了啊。希望曲曲一直好运，我也希望大家一直好运。下个谁？我跟你们说，男生只要入了职场，3年，我觉得男生只要入职场3年往后，就再也不会恋爱脑了。所有的恋爱脑的男孩子基本上都存在于2种时期啊，我跟你们讲，2种，一种是学生时期有恋爱脑，有为了女孩子不顾他们家庭之间的差距，然后就要为爱奔赴的这一类，一定要跟他结婚的，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他的，甚至于为了他跟父母反目成仇的，为了他去找父母争取一切的价值利的。学生时期有。离开校园之后还有一种人，就是什么呢？就是学生时期恋爱直接结婚，然后过了很多年之后，第一次离，刚刚被放入市场。这2卦，恋爱脑啊，会无私的、无限的为了他喜欢的女人，愿意去付出一切、牺牲一切的，只有这2个时间阶段。一个时间阶段就是在学校里边，他就直接要跟你结的；另外一个时间阶段是他在学校里就结了，结了以后10几20年以后离了，离了以后他刚刚放入市场的第1年，懂了吗？只有这2个时间段，没有第3个时间段。Hello， 你好。Hello， 曲曲你好，很高兴认识你。哎，你说。好，我先说一下我的基本盘吧。我最近搞了嘴巴，可能说话有点不太清楚，说慢一点。你说。然后我的基本盘是我年龄27，然后你颜值的话就6分吧，然后身高165，体重88，普通本科，然后家庭的话也是普通家庭，然后基本也是靠自己，然后自己毕业以后，然后就从事的是主播行业，然后差不多播了有2-3年吧，然后年收入大概都在100加，然后之前因为一直做主播，在某音有点小粉丝，然后男方是我直播去年最后1年认识的，然后男方差不多是3000万的资产吧，应该是。然后他的年龄是45，做工程的，然后抽过2次快乐证，然后有1个娃，然后他最开始也是直播间的大哥，然后直播间付费有400个，然后去年1年我下了嘛，然后线下了之后我就发现他就是有跟他就是前女友，他的前女友都是在和我差不多的年龄，然后也是96、93、95的这种。然后就还有暧昧不清嘛，然后就有一次我就发现了，然后发现之后我当时没有说，然后过了几天之后，然后我就提了这个事情嘛，然后他就跟我说，就是我就要了100，然后他就给了100，去年1年，然后从今年我就没有直播了，然后我们也没有同居，就大家各做各的事情，然后后面他就要求结婚，然后我带他也见了我的父母，然后但是他让我见他的父母，我没有去，因为他是在上海，我是在成都。然后最近，然后我又发现就是他又有一点那些乱整的东西，你知道吧？然后因为今年他没有怎么个大额付出嘛，然后我又要求他给我150，然后他目前是没有给的，他说分3次给，在过年之前。然后他的性格就是有点那种大男子主义，就是我穿衣服啊什么的都会反驳我，就是穿的比较暴露或者怎么样嘛，因为我比较那啥嘛，穿衣服比较自由那种，还是比较。然后我目前的困惑就是，这样的关系可以考虑进围城吗？然后我还有个问题就是，我应该回归工作，本来的工作还是因为我有考虑自己去读书或者尝试别的工作嘛，然后就没有了。你刚刚说你多大？我27。27了。首先啊，27岁的女孩子呢，首先一定做的第一件事，我们叫直面自我，正视自我。你为什么要对一个男生这样子的去管控或者干嘛的？其实还是有点自我认知不清晰。你自己是一个普通家庭的，这个男的能够刷票刷400万，对吧？
像这么一个人，你首先就不应该指望他忠诚，你明白吗？哦，懂。所以说你不应该指望，因为如果你要忠诚，你就找不到这个财富量级的男的。对，这两件事儿只能取其一，不能取其二，明白吗？所以说你选了，你能找到一个，你如果要找一个这种财富量级的人，还要找一个能像这样付出的人，你就要彻底的放弃所谓的忠诚这件事儿。我觉得我属于有点那种又当又立的那种，你知道吗？就是我可能又想管他，但是我又不想让他知道，我又是很想管他那种。你听我讲，你首先是自己看明白自己，看明白这段关系当中的位置，才能做出正确的动作。这个男的能不能结？如果他愿意跟你结，那真的不要太好。是吗？因为你还到哪里去再找一个像这样给你的呢？因为我以前不是直播了3年嘛，其实前2年也有人付出100、200这种。姑娘，但是我可能觉得所以我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你复述一下。我今年27岁。对的，这就是我问你的第一个问题，对吗？我们在不同的年龄阶段面临的市场形势是不一样的。你以前能遇到很多给你刷票的男的，你现在可能也还能遇到，但是这些男的能结婚吗？首先，刷票的人会随着你的年纪的增长会越来越少。其次，到了一个年龄阶段了，还有这种上票的人会结婚吗？我也觉得，但是他的年龄会比我大一点点。我爸妈也。我跟你讲，你想明白了，如果你是想过一个普通的日子、平凡的日子，那就去找普通的人、平凡的人，过一个所谓的一生一世一双人，对吧？也没毛病。如果你想要很高的物质生活，那么你找这样的人，你就要知道你面临的是什么。为什么一个这么有钱、这么愿意花钱的人，他还只爱你？你有什么呢？对不对？我们想明白我要过哪种生活，然后我再去用脚投票，对吧？对。那如果以后再遇到这种类似的问题，我应该怎么处理呢？就是你的处理方式，你听我说，其实你让他去罚款，这个处理方式呢，其实问题都不大，知道吧？但是你内心当中一定要明白自己的位置，因为你明白自己的位置，你就不会把这个事儿玩崩，明白吗？不明白这个位置的时候，就是他如果不给你这个钱，你这个事儿是不是得玩崩啊？你没有退路啊，明白，对吧？我觉得你可以去1v1，如果你觉得这个男的有价值的话，你可以去1v1。因为我们已经2年了嘛，第1年我是在直播，然后第二年的话，我是相当于今年我没有直播嘛，然后但是我跟你说啊，该直播直播，知道吗？你不应该为任何人去放弃你的直播，毕竟人家没娶你，说白了。对。该做自己还是要做自己，但是你呢，27岁，你没有什么特别强劲的事业能力，做余波的嘛，对吧？如果说能够找一个这样的人去结婚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是一定要搞明白自己的位置，因为你搞不明白自己的位置，你就会动作变形。就是还有一个问题，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的人，就是虽然在一起2年嘛，就是我不知道，可能他说他很真诚，比如说犯错了怎么样，他也会做，但有时候他就会说，因为他之前不是也谈过好几个女朋友嘛，他是这样给我总结的，他说你知道以前为什么不跟那些女的结婚吗？他说那些女的是因为管不住他，就是他不受他们管，但是我要是说什么，他就说受我管那种，但是我也不知道他这种话是什么意思。我跟你讲啊，管我们不是不管，但是我们管，我们心里要有线。我要知道，我虽然在管你，但是并不是说我能绝对的管住你，你心里要明白你的位置，你说出来的话会不一样，懂吗？就是比如说啊，当我如果完全不害怕失去一个人的时候，我是不是会说你给我滚，对吧？
你不想给你就滚，你要是皮上你就滚。我是不是可以我无限的冷漠，无限的后撤？你怎么找我，我他妈就不搭理你，对不对？这个是不是有可能是我反映出来的行为模型？但是如果当我觉得我再怎么找他，对呀，如果我知道我的现在，我知道其实我没有我想的那么高位，对吧？我没有他演示出来的那么高位，我的动作会是什么呢？我可能会跟他说，为什么你让我这么伤心啊？我觉得你总是搞得我觉得很伤心，我很信任你，我很爱你，我把我所有的精力都给你，但是你还是会做出让我觉得很伤心的事情。我这2天我不想见你，因为我要好好冷静一下，对吧？那你这2天不见面，好，他1次2次3次打电话不接，第4次我是不是就得接了？我再不接是不是人要跑了？你明白我意思吗？就是当我明确自己的位置的时候，我的动作不会变形；我不明白自己的位置的时候，我的动作会越界。我这根弦一旦崩了，这个事儿就回不来了。就是他有时候就是，比如他说多久给，但是他就会拖。然后我的性格就是我可能拖1次我可以，但是拖第2次、第3次我就动作有点变形了，可能也很着急的那种，你知道吗？对呀，着急什么？我还是很想要这个钱。对不对？对呀，难道是因为我觉得不要无所谓吗？所以说为什么我们想要哄着搞呢？我又要打药，对吧？打一巴掌我还给颗糖，我要知道这个节奏在什么地方。那么我这个事儿我就有弹跳空间，我不会把它玩崩。你给我很高兴，你不给我也死不了，对不对？那我就是应该在他面前这样表现嘛，就是他不给我应该怎么说呢？他不给也要磨嘛，对不对？他不给他一定会有他的理由啊。你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还得要面子啊，是吧？你还是得说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了或者怎么样，对不对？所以我才说，我说你要去1v1，知道吗？因为很多东西我们要看你们聊天记录的，要根据你们的聊天记录来给具体的方案，好吧？好，可以，好，就这样啊，拜拜，对，所以我跟你们说的就是说，发心是什么呢？是明确我自己的位置，我知道我们这个关系里谁是老板。很多女孩子她的错误是在于她压根就分不清谁是大小王，她明明就是吃别人的、用别人的、住别人的，但是呢，她还觉得那个男的爱她比她爱那个男的多，她还觉得她不怕失去，她觉得那个男的怕失去，这个其实就是错误定位。你在一个错误定位之下，你就会觉得你自己可以无限作，我可以无限闹，我可以无限后撤，我可以无限冷淡，我永远等着你做，永远等着你哄，对吧？永远等着你扑。但是一旦这个男的不哄了呢？不扑了呢，你没有空间了，你没有余地了，对吧？我们所有的动作打出去，是我自己还能把这个事儿救回来。我自己在打任何一个招的时候，我同时自己梯子都给自己架好了，明白吗？就是我任何时候我一定是伸缩自如的，是不是？我真正的可以做到我完全无所谓的时候是什么？是我非常清晰的认知，我在这个关系里绝对高位。什么时候你在这个关系里绝对高位了？这个男的3个亿给你花了1个亿，你是不是绝对高位了？我敢说你绝对高位了。他3个亿，他能给你1个亿，你就绝对高位了，这个就是事实。或者说你挣的比他多，你还能拿到比他更强劲的资源，对不对？这个就叫事实啊。所以说什么才能决定你的位置跟话语权？生产资料的分配权。生产资料的分配权，这个就是你的自由度，对不对？我能有多牛，我能跳得有多高，我能把这个事儿做得有多死，等着你回来舔。他这个是在我到底有多大的自由度，我离开你，我依然有同样的生活，对不对？我拿着你的1个亿离开，我还能过得如此之潇洒，我还能找到很好的男的，对吧？这个就是你真正的有了自己的话语权，有了自己的位置了。在此之前，只要你还得靠一吵架，我提罚款了，你什么心态？你不给我怎么办？如果我的心态是他不给我怎么办呢？他怎么还不给我呀？如果你的心态是这，就说明你在这个关系里依然是低位，对不对？我在这个关系里依然是低位，那么我就要明白我的任何一个动作一定要有迂回的空间跟余地。不能把这个事儿往死里搞，把这个事儿往死里搞，死的是我，死的不是他。
跟我同年龄的、同等青春貌美、同等身材的，他愿意花400万去追，随时都能追到下一个，这个才是本质，明白吗？啊，来，大家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扫一下，还有没有加我们微信的宝宝啊？右下角二维码扫一下，然后大家可以把我们的直播分享给你们的小伙伴，分享到你们的朋友圈，然后让更多找不到我们的姑娘们可以找到我们，好吗？我们的直播依然是每周3场，但是目前呢，在1月份之前，只在这个平台上播。大家就在别的地方可能会看不到我播，只能在这里看到。那我们这个直播通知呢，是每周直播之前都会提前发布到我们的朋友圈里头，也会发布到我们金贵的社群里边啊。为什么这么糊？是因为，这个平台它就这样，这个平台它主打就只能叫能用，好不好？大家稍微的克服一下啊，在1月份之前，我们稍微的克服一下。我们自己的小程序也逐渐会上线了，我们很快也会上线，但是呢，上线之后可能还不能马上给大家直播，因为我们的小程序是要慢慢的去调试、去内测，然后去一点一点的去拓展我们的功能，但是总有一天它一定会上的，好吗？最主要的是在上之前大家不要走丢啊。然后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团队所有的服务，我们的语音的包月包年，以及我们的闺蜜圈，就是跟曲曲本人见面的啊，交朋友的，还有我们的金贵的关系啊。如果你们拍了，也要去找主动啊！如果你们拍了任何一个服务，大家要主动去联系这个二维码，联系这个二维码的微信，好不好？要不然的话，他们不知道把你们拉群啊。你们如果拍了的，一定要先去联系他们。曲曲好强大，没办法呀，为了让你们每天不 emo，为了让你们找到正能量，我必须得比大家更有能量，对不对？我的能量不能低于你们，我的能量如果低于你们的话，你们怎么能在我们这个地方感受到更强大的自我呢？是不是？Hello， 你好，你好，你好，说话。说话，怎么，什么情况？哎呀，宝宝们呐，我跟你说啊，像我们，我讲的很多东西呢，确实，太犀利了，是吧？太犀利了。可是怎么办呢？你说让我兜着说吧，让我收着说吧，还挺有难度，对吧？那我能想到这么多东西，我肯定就往外说呀，我肯定就说呀。那说了呢，我就会留痕呢，对不对？你给人家出的这些方案，你给人家出谋划策，搞这些东西，对吧？我不好讲，是吧？有些东西确实不好讲，那确实是动了很多蛋糕，就是这样。不仅仅是同行的问题了，对吧？同行只是最小的一部分，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是太多的人去举报了，太多投诉，太多举报了，就是这个量太大了，所以说就是哔哔哔哔，明白吗？我们现在的状态就是哔哔哔哔。反正只要我还能出现在互联网上，那么我们就努力的去给大家，做好表率吧。我指的表率不是说让你们去学习我这种犀利的风格啊？我这种犀利的风格，说实话也不是你能学能怎么着的，而是说我的对待事情的态度，对待生命当中所有的事情的发生的时候的态度，我的这种状态，是吧？你们很难在我的脸上其实去看到一些负面的情绪，对吗？你们很难在我的脸上能够看到我在经历什么，这个是我一直以来也是在给自己修炼的一个基本功。我不希望让别人看到，通过我的脸能看出我的内心世界在经历什么，我不想这样。我觉得不能改变的事情不能去纠结，因为所有人都看到你在经历什么，但是却不能帮助你什么的时候，那么你的这种表达是没有意义的，就是你的这种表现是没有意义的，对吧？我让大家都觉得啊，你好惨呐，你好可怜呐，你好难呐，有什么用呢？拍拍你的肩膀吗？
这个不是我们需要的，我们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方案，对吧？怎么能把这个事儿玩明白？怎么能把这个事儿做得更好？怎么能基于现在的这个环境，我还能把这个事儿做透？就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问题。你让别人去看到啊，你经历了多少的困难，你多么的难才这样，其实没有意义，对不对？包括你们生活当中是一样的，可能你们遇到的很多事儿都没有那么大，对吧？都是一些很小的事儿，但是可能很多很小的事儿，它都能给你造成很大的心理障碍，然后走到哪儿，别人都能判断出你经历了一些不好的事儿。但是其实这个对于你们来说也没有用，因为绝大部分的人他都不能真正的帮到你什么。绝大部分的人，对吧？他可能也只能安慰安慰你，甚至还有一部分人他不想你过得那么好，对不对？你们可能一半的人他希望你过得好，一半的人他不希望你过得好。你说你把这个东西展现出来，不希望你过得好的那波人他会更快乐，希望你过得好的人他也不能带来什么，最终还是得靠自己努力的去解决，对不对？你们没有看我的《你就时光》吗？我的书里面不就讲了很多很多我自己面对一些事情、经历一些事情的一些想法、做法，对吧？孟雨桐啊，我其实还蛮理解董大姐的，我其实还蛮理解董大姐的。孟雨桐，因为什么呢？因为说实话，我的体系里面也出现过类似的员工，就是说，我给他资源，我给他平台，我给他翅膀，但是呢，他却用着我的资源跟平台，然后出去做他自己的事儿。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那这个首先它会导致我跟这个人的不信任。当我不信任这个人的时候，我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收缩权力。就当因为我一开始我一定是什么东西都愿意给他的，我觉得这个人优秀也好，或者说我觉得这个人有能力，那我会给他很多的帮助，对吧？把我能够有的资源我都向他那边去倾斜。但是当我有一天发现他用我所有的这些东西去做他自己的事的时候，那么我第一件事一定是收拢我的资源，我第二件事是干嘛？找替品，对不对？我一定是这两个动作呀。我首先是收紧我自己的权力资源，然后我就要去找他的替代，我看有没有人能把他替掉，对不对？当我把他能够就是我能收回来的东西都收回来了，同时我又能找到替代人选的时候，那么这个人我肯定就会弃掉。我可能不太有，就是因为我已经脱离那个状态太多年了。说实话，我脱离一个打工者的状态或者什么太多年了，因为我很多年都是在创业，我没有怎么真的好好打过工，所以可能我只能站在一个老板的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我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做到说换位思考，说换到他那个位置，因为我换到他那个位置，我依然会有我本位的思维，我依然会觉得说，就是你这个动作其实是在触犯我的利益的，对不对？是触犯老板的利益的。你触犯了老板的利益，你还想让老板说你好吗？你还希望老板来理解你吗？我理解不了，对吧？因为我觉得如果你好好做好好干，我能给你更多。可是他可能会觉得为什么我要给呢？我都不能自己创造嘛，他可能觉得他自己能创造一个更大的。那我只能说就是祝他飞黄腾达嘛，对不对？可能就是确实我的庙小啦，对不对？我会这么想啊，那就是我的庙小啦，你这个和尚大，可能我的庙承载不了你这么大的能力，你觉得你能做得更大，做得更牛，你能靠自己起得更好，那我就只能祝他飞黄腾达，对吧？我只能这么思考问题，我可能没有办法完全站到孟雨桐的角度上面去思考。Hello， 你好，你好，你好啊，哎，你说，哎，你好，非常感谢你，我是新会的学员，然后原来也1v1过，然后我今天想询的问题是，我应该怎么样和我先生提快乐证，扯快乐证比较好，以及我扯证以后应该找什么样的人，因为我自己是有明确的婚恋的诉求的，然后我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是22年8月，去年的夏天，那个
领了结婚证，然后我们没有孩子，然后我领了证以后就直接飞香港去念书了，然后1年半以来就只见了2次，然后他这期间是负担了我所有的生活、学习所有的费用，大概是40-50万的样子。然后我们没有办婚礼，然后也没有跟家里说，我确实觉得自己也比较任性。然后我主要是想分开的点是，我从今年7月份想分开的，因为我从那个时候发现我们一直在异地，他不能够到我地方来发展，我也不愿意去他那个地方发展。第二点很重要的是，我们的10点半不和谐。我自己是一个需求量比较大的人，但是他不是。然后还有最重要的点是，我今年刚刚参加工作了以后，很幸运，刚毕业就获得了一份年薪40多万的工作。当我自己有了这份年薪以后，我才原来在我眼里那些光环，全部都妈呀没有。上岸先斩意中人。啊。然后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因为我自己很歉疚。然后基本盘是，我是98年的25岁，工薪家庭独生女，家庭没有助力，颜值7分左右，刚毕业，然后年薪40多万，并且发展前景是明确逐步上升的。资产是在我老家有一套350多万的房产，负债100多万。然后他是比我大7岁，年薪是40到70万之间，身高185 C9 本硕，有150万的，他老家家庭也没有助力。他有个哥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责任心的人，和他在一起很舒服，然后是个很善良的人。所以我纠结的点是一，我对他很歉疚，并且我们领了证以后，我们就只见过2次，我就没有怎么真正的说在真正的夫妻。然后第二个是还有一点是，我现在其实更需要的是曲曲你给我的建议。因为我现在的现状，我希望你可以给我一个助力，让我有勇气去打破现在的一个现状。现在现状是我跟他分居2地，他没有办法到我这边来生活工作，所以我其实怎么玩都可以，然后我也可以继续花他的钱，所以但是我知道这样是不可以的，这样短期是 OK， 长期来说是非常的不利于我们2个人之间的，无论是对他个人发展对我们感情也好，都是不行的。所以我很想听您给我的建议，谢谢。那我就希望你就是诚实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去想着怎么去做一个局来分手或者怎么样，你只需要把你现阶段想法考量一五一十的跟他讲，告诉他你想要分开的原因是什么就可以了。其实这个已经算是一个很有良心的做法了，因为很多的在你们这样的类型的关系里边，很多女生她的处理方案，她会给对方扣屎盆子，那这个其实我不推崇的。如果说你希望让对方觉得就是说也不怨恨你，然后你也希望这个关系和平的去结束，然后你也能追逐更好的人生，其实人只能陪你走一段路是很正常的嘛，对吧？到了一个时间阶段了，我要进行人生的下一个台阶了，那么我就实打实的说就好了。就是我们2个人现在的异地的关系不能解决，那我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再加上我现在的各方各面的生活工作，我也觉得我还需要一个单身的一个身份去有更好的一个发展，我也不想要现在的这个已婚状态了就好了，直接一点。然后我不知道然后我现在还有谢谢曲曲，非常感谢你。然后还有就是我是自己有明确的婚恋诉求的，希望自己3年内或者3到5年内吧，可以找到自己的可以让我对生活很有冲劲和一起奋斗的一个伴侣的。然后我就想您给我建议是我找一个怎么样和我一个比较匹配的人。然后我现在发现我好像比较喜欢年纪比我小的，然后但是他们在3到5年可能没有婚恋诉求，所以我就不知道接下来应该走哪个方向。我是建议你好好奔事业啊，我建议你好好奔事业，不要走婚恋。因为你刚刚说的话，你的性格啊，基本上来讲呢，其实是更适合走事业的性格。你还是属于比较有狠劲的一个人，
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如果你又想走婚恋，又想走情感的话，其实你反而会把这个路走长、走弯、走成 Z 字形。你喜欢小的这个东西，其实就已经看到了你的，一眼看到了你的终局。说白了，你好好当大佬吧，好好想办法变成女大佬吧。可是我的工作的情况，因为我职业的原因，我是慢慢的上升的那种，就是会比较稳定的，谈都可以谈，但是走婚恋就没必要，对不对？你谈年轻男孩子，任何时候都能谈到。那走婚恋就没有必要，因为他不能给你提供你想要的那些支撑。然后有一个我认识的姐姐，她对我的建议是让我在30岁之前好好找一个家庭底子比较好的男生结婚。这个建议是很多的女性给很多的女性的一致化建议，它不是针对你个人的。这个建议是叫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建议，对吧？那30岁之前谁不想找个身价好的，谁不想找个给我支撑的呀？那要找得到呀，那要有缘分呀，那要碰得到呀，那还要我喜欢呢，对不对？对。那我不是说不让你找，我只是说你的精力不要放错地方。那我想问，因为我其实现在很多人其实我自己也心里有点小心思。我来到这边发展以后，我没有跟身边人说我已婚这个事情，然后因为年纪比较小，所以大家也不知道。然后我想问，我应该怎么样跟下一个人去美化我扯过快乐证这件事情？没关系啊，这很正常。你年纪太小了，这个东西怎么美化都行，一句话带过。就是最后要结婚的关头了，你再说，你说我其实之前扯过一个快乐证就好了。你说，但是时间非常短，1个月，就发现那个男的是个 gay， 随便扯呗，哎呀，无所谓啊，反正别人也无从查证。所以姐姐那个曲妹妹，你给我的建议是我很诚实的跟我先生去坦诚的讲这件事情，是的，就可以了。是的，然后是的，但我还要给你提个醒儿，我要给你提个醒儿，就是你在未来的道路上啊，你不要为这件事后悔，这个很重要。这件事儿呢，咱们不论对错，但是呢，因为你未来呀，你冲到这个社会上，你还会遇到各种形形色色的男的。你会发现呢，其实很多男的呢，他长得也不帅，也不愿意付出，而且还劈叉，所以说就是可能没有我们预期的那么美好。可能你所谓的找到的一个能够给你资源、能够给你人脉、能够给你物质支撑的男的，可能他是有3段婚史，或者说他是围城内，就是没有那么好的，没有那么完美的。你要做好这个心理预期，然后你现在去跟你老公扯快乐证，一定要给自己做好，就是说我不后悔，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就可以了。就像您之前一直跟我们讲的，落子无悔。对的，走什么？因为我今天做这个选择，是因为我在为我的人生搏机会嘛，对吧？我在为我的人生搏机会，所以我要走这一步。但是搏机会搏得好，搏得不好，我自己要买单，对吧？好，那我知道应该怎么做了。谢谢，非常谢谢曲你。好。然后你一直在给我们能量，真的，谢谢。然后那个，各位姐妹们说，曲真的是非常棒。我记得在我几年迷茫的时候，您跟我说的一段话，我看的时候我就直接哭了，然后做了一个比较重大的决定。然后我很感谢当时碰到了你，谢谢你。好，加油吧。拜拜。谢谢。拜拜。我觉得吧，怎么说呢？就是我认为“上岸先斩意中人”这句话不是贬义。可能也是基于我们自己，我的整个，你们明白啊？我们的整个价值观架构啊，整个价值观架构下面，其实我是非常非常希望所有的女性能够冲破所谓的很多枷锁束缚，然后成就一个更好的自我的。因为我看到很多男人是这样做的，
我看到有很多男的，他已经结了3次婚，结了4次婚。为什么呢？他每一个老婆，要不就是家里做高官的，要不就是自己家里是上市公司的，每一个都能给他带来相应的资源。可是为什么没有人去谴责他呢？甚至于他的身边的哥们朋友都会觉得他好牛，觉得他好厉害。所以我觉得不能够就是说这个，就是说你到了一个程度之后，你就觉得啊，我一定要因为这个人给我的恩，曾经给我带来的这些东西，我就要一直跟他在一块儿，用来报答。我们无法用我们的一生去报答任何人，我们的一生只有一个主题，就是做好自己，就是过我自己想过的生活，去体验我想体验的人生就可以了。其他的所有的那些东西，我是什么？我叫抱着感恩之心。我只说一句话，就是我的底线在这儿。我的底线是抱着感恩之心，不害人，不干坏事儿。但是我到了一个生命阶段了，我要寻求下一个发展的路径了，寻求下一个台阶了。这个时候，有些东西就是当断则断。不要给自己过多的包袱，说我这一步不能走，我走了别人会怎么说我，别人会怎么骂我。但是你们想想啊，我再说一个极端一点的案例，古时候的皇帝为什么需要那么多的妃子？不是每一个皇帝都是那个骄奢无度的，知道吧？有一些皇帝其实他们也算是钟情，对吧？或者说他就那么几个。为什么皇帝需要那么多的妃子呢？因为每一个妃子的背后代表的都是一重势力，对吧？为什么有的皇帝他明明就不喜欢这个女的，他还要把跟这个女的的关系搞得非常好呢？可能因为这个女的背后有一个大将军，或者有一个什么啊，他叔叔、他爸爸、他这个他那个，对吧？这个就是你们想想看，这个皇帝他都是用这样的方式方法，他为什么要让他的女儿出去跟别人和亲呢？对不对？为什么？有的时候他把他的女儿发配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跟别人和亲，还不是因为他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联姻动作来稳定他自己的局面吗？对不对？所以你想想，就这样的这么极致的这样的人物代表，他们都要用这样的一些方式方法策略，最后完成自己内心当中最想要的那个版图。你说我们只是一些很小的小人物、小角色，对吧？在我们的人生前进道路上，本来就是个男权社会，没问题。那本来就是个男权社会，本身我们跟别人的能够博得的话语权就是少，机会就要少，对吧？然后你的内心还要有如此之多的阻抗，觉得我到这一步了，我要顾及这个的面子，我要顾及那个的想法，我要顾及那个的评价，你还要顾及这1、2、3、4、5、6、7、8，请问你什么时候才能走到你想要的那个终点啊？你只会把这个路做得无比之长啊，走得无比之长啊，对不对？所以我就觉得吧，人生就是只活一次。我认为这件事没有对错，但是我是非常讨厌那种没有感恩之心的人，就觉得别人对他好，别人对他付出都是应该的，都是别人犯贱。我特别讨厌别人这种思想。我觉得应该是什么呢？就是任何人给过我帮助，给过我台阶，我都感恩他，我都感谢他。甚至于有一天，如果说我发展的更好了，他遇到困难了，我都可以回头再去帮助他，对吧？因为我首先要让我自己的羽毛丰满，我要让我自己有能力。包括什么叫孝子呢？什么叫孝子？如果说你的父母是没有什么人生，他们的人生已经很失败了，你从头到尾陪着他们，在他们的身边养老，这个就一定叫孝嘛？其实我觉得孝也有很多种方式方法。如果说你能走出你原来的原生家庭，去这个社会上面获得一个更大的平台，你能够获得更好的生活，回头再让你的父母过上他们原来想都不敢想的人生，难道这不是一种大孝吗？就是我认为这也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种更高级的孝。甚至
至于你可以让他们光宗耀祖，甚至于你可以回家乡修桥修路，对吧？所以你看怎么去判定这件事儿。但是在我的内心深处当中，我会觉得我们要做的这个事儿，我是因为我有感恩之心，我懂报答，对吧？那么我在同时发展自我的时候，我依然念着原来所有的人对我的好，这个它是一种平衡。我经常跟我的团队讲一个词，就是 balance， 就是我会跟他们讲平衡。我说做生意也是这样的，怎么去平衡？我又要给大家价值，对吧？但是同时这个事儿它还不能太过，所有的东西它都是一个平衡。我又要给员工放权，但是同时我又不能让员工觉得，哎，这个老板什么都不懂，这是不是平衡？我又要就去获得我自己想要的人生，同时我也不能让曾经帮过我的人那么的失望，对吧？对我觉得那么的憎恨，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平衡。就是其实平衡的艺术，它就是一种，我觉得这是一种大智慧的艺术。能够把这个平衡做好的人，其实包括有的人他又要做事业又要管家庭，他也是在平衡家庭跟事业嘛，对吧？他也是一种平衡。我觉得没有所谓的说家庭跟事业平衡不了，只能说你到更高的维度，你就能把它平衡得更好。但是我们绝大部分的人，他都是叫平民老百姓。平民老百姓，他自然而然，他在这个平衡之道上，他就会有缺失。为什么？因为他在乎的东西太多了，他平衡的不是2个点，他要在乎无数人对他的想法，无数人对他的说辞，他就累。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能把2件事平衡明白，已经很不错了，对吧？所以我刚刚讲他，我说上来先斩艺术人是一个玩笑话，我真的不是说在批判，而是我觉得我能理解他为什么要这么干。我觉得这么干，只要你自己能想明白，我是在为自己搏机会，我不后悔，那么这个问题不大。大家那个把我们右下角的这个2维码扫一扫啊，右下角的微信2维码扫起来，然后呢就不会错过我们的直播。我们现在依然是每周直播3场，周2、周6早上10点到下午2点，周4晚上6点到晚上10点。但是我们现在在1月份之前都只在这个单平台直播，其他的平台你们看不到我们的直播，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加到我们的朋友圈，以及进到我们正版的金贵的关系的金贵的社群。我们的管理员每天都会给大家带来很多的干货，直播之前也会给大家发我们的直播通知，告诉大家我们的直播链接在哪儿。然后这一场直播结束以后，我们会生成4个小时完整的这个回放，这个回放也会发到我们金贵的社群里边。好吧，然后我们这个月月末会有一个杭州线下的哼哈专场的跨年活动，明天早上10点钟正式开价。在开价之前，大家一定要先去预约排位，我们会按照排位的顺序给大家放名额，30个名额截止。下一个，Hello， 你好。你好 ，Hello， 七曲女神，你好。哎，你好。那个，其实我才看了您的直播不久，但是我一路从抖音追到了这个小鹅通，还把您的这个抖音视频和链接发给了我的10几个朋友。然后现在我有2个朋友是您的忠实粉丝，我们3个天天聊天，然后我们聊天的话题聊着聊着就变成区区女神说过什么什么。然后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能够希望把您的这个理论能够知行合一。我今天就是想请您以这个榜样的身份来给我提一些这个职业发展的一些建议。好，说。好的。然后我的基本盘呢是211硕士，本硕专业都是新闻类，25岁，颜值身材呢6、7分，桃花比较多，但都是一些烂桃花，无车无房，父母18线工薪阶层，有退休金。毕业后，我在省会央企干过写地球公众号的工作，后离职，目前在18线民办高校做大学老师。但是我发现这2个城市和工作都满足不了我各方面的需求，在工作当中呢，也处于一种被压制的状态。时间长了之后，发现自己能量特别低，很多能力在退化，没有进步，处在一种纠结痛苦之中。近期准备离职，去往超一线发展。
然后我的阶段性目标呢是赚更多的米，更好的实现事业发展和个人成长，获得更好的生活。最终目标是如有可能未来可以实现不上班，能够自己做生意赚钱，然后在超一线找到自己的心仪择偶对象，可以帮助我或者共同奋斗。所以想请曲女神您在职业发展方面给我一些建议。去做一些销售类相关的工作吧。我也考虑过这个方向，我觉得可能销售类还是比较可以去试一下。因为销售是所有的创业的根本。就是我看到过的所有的老板啊，基本上属于2个类别的。第一个类别就是销售，就是从销售出身的当老板的很多。第二个类别呢，就是属于专利型人才，就是他自己非常有，他可以就是有自己的专利型产品出来以后呢，那么他可以去招销售，他可以去找投资人，就这2大类。但是呢，基本上80%的老板都是从销售行业做老板的，因为销售它其实是一个最小的生意模型。如果说你对自己的未来有着比较高的预期，尤其是在事业上面有着比较高的预期，无论你未来做不做销售相关的工作，但是你需要有这方面的技能。好的，曲女神，我知道了。我也在尝试着想做一下销售这方面的，然后我之前想入局这个医美的一些销售，医美顾问。然后曲女神，您看这个方向怎么样呢？可不可以去做呢？可以啊，什么方向其实都可以。我跟你讲，就是说我的理解啊，这个我接下来的这个发言只代表我个人，就是我一直都只做跟有钱人有关的生意，这个是我的一个从小到大的一个方向。就是我做销售，我不会去做，就是去做下沉市场的销售，因为下沉市场的销售它是要堆量的，我一定要想办法去做那些有钱人的销售。因为跟做有钱人的销售，你不光是可以赚到更高的佣金，你能接触到更高价格的产品，同时你能接触到更多的有钱人，那么他们嘴巴里的信息其实是很值钱的。你知道他们的行为处事的一些方式方法、行为惯性，这个对于你来说是很有价值的。万一你还能遇到一个有钱的男朋友呢？是的，谢谢曲女神。因为我也是在工作了这1年半之后，我发现就身边一些人，他其实不值得我去花太多心思去社交，我没有办法去学习到更多的东西，去链接到更多的能量，所以我就是也很痛苦。对，需要破圈嘛，对吧？对，是这个意思。太感谢你了，曲女神，一下子就是给我指明了一个方向。你还有什么问题？就是如果您看我如果择偶的话，我可以把我这个择偶框架定在一个大致的什么范围之内呢？就是我平时桃花比较多，但是都是一些烂桃花，就是条件不是特别好。喜欢条件好的就盯着条件好的找呀，就条件就是条件好呀，条件就是条件好，舍得付出啊，那有什么呢？好的，因为我害怕把自己这个定位定得太高，框架定得太高的话，可能反而最后把自己给剩下了。因为我想啊，如果你去超一线，你就不要想着择偶。超一线择偶只能叫甜品，不能叫主食。超一线是去赚钱的地方，不是去谈恋爱的，不是去结婚的。谈恋爱、结婚，它的竞争非常激烈，你呢要碰，知道吗？好的，曲女神。还有问题吗？没有问题了，谢谢你。好，拜拜。好的，拜拜。我特别能理解刚刚这个姑娘说的，因为我原来在武汉，为什么我会去美国嘛？其实就是那个时候我发现，我觉得我在武汉，我不知道自己在什么点上再去发力了，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能认识的人我都认识了。武汉当时好多年前了，现在可能没有了，因为我已经好多年不在武汉了。武汉当时就是别人都评价我都是怎么评价，都是说身家10亿以上的老板没有不认识我的，就是在武汉的圈子里边，就是说身家10亿以上的老板没有不认识曲这号人的，都已经就是我在武汉那个时候，就是我年纪也不大，但是我已经就是这种名声，你知道吧？所以可是呢，我又觉得说起来认识这么多老板，说
起来这么多资源，但是我一年不也就挣个100来万吗？可是那我的才华到底要在什么地方得到体现呢？我就觉得很多东西，因为我一直没有走职场，知道吧？所以我看不到我自己的晋升路径。走职场的人是这样，他有很多岗位，对吧？我做了这个，我可以做那个；我做了那个，可以做那个。我可以不停的往上批几，我可以往上升嘛，对吧？我做了华中区，我可以做中国区；我做了中国区，我可以做亚太区；我做了亚太区，他有很多升，但是我没有走过职场，所以我一直以来都是靠着打圈子啊、认识人呐、然后撺掇业务啊。但是呢，我又不是那种，你们知道，我又不是官二代，对吧？我不是官二代，所以很多的资源呢，别人就是说白了，把边角余料给你做，把残羹剩饭给你吃。那么你吃边角余料，你吃残羹剩饭，你拿不到主体的大项目，对吧？你拿的那些项目啊，1000万、2-3千万给到你这儿的多少？不就100-200万吗？你能把那个整个大项目都拿下来吗？拿不下来，因为你没有这种背景。对不对？所有的关系背景，它到一个地方它就上不去了，除非你跟别人有真正的你有血缘关系，或者你有那个关系，懂我意思吧？你要不就是那个关系，你要不就是血缘关系，你要不然你凭什么让别人那么信任你呢？把那么大的项目给你做呢？对不对？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好像很无力，就是一个拳头打在棉花上的那种感觉。所以那个时候我才会毅然决然的离开武汉，我觉得我需要一个新的瓶子，需要重新去开启。而且我那个时候想明白了一件事儿，我一定要选一个赛道，选一个行业，深深的扎根进去，因为我觉得只有扎根进去，我才能做出复利效应。我以前的问题就是出在没扎根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一个赛道。然后呢，我一直就是今天做消防，明天做供电，后天做绿化。懂吗？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我没有自己的一个盘子，没有自己的一个主体，我一直是在帮别人撺掇，大头都让别人挣了，我就在中间做点这个居间费，挣点这个居间费。我以前我们自己做会所呀，也做那说来说去就是平台嘛，说来说去都是在做平台，做平台的本质都是为了撺掇资源。是吧？所以说到最后我就发现小头我挣了，大头都让别人挣了。为什么？因为我在一个领域没有深耕，我没有足够的专业，我没有足够的话语权。所以我就想，我不能再在这个池子里头混了，因为我已经成为这样一个人设了。我的人设，我已经在这些，是吧？我已经把我能认识到的高端群体基本上全认识到了。但是我的人设已经被定位了，我的人设就是做这些东敲敲西打打。我怎么能给别人一个这样的人设呢？我必须重新起盘，重新找一个点扎进去。所以后来我才开始后面的路径，去美国，再来上海，才会有这么个路径。所以我特别能明白刚刚那个女孩说的，自己已经感受到自己那种无力感了，感觉我身边的这些人对于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对吧？我就要想办法去突破。怎么突破？最简单的方式，换个圈子，换个环境，换个城市。唤醒，其实就是给自己唤醒，以前的东西就不要了，但没有想到以前的那些我不要了的东西会变成我的教案，会变成我的教材，助力于我新事业的腾飞。这个其实我以前也没有想到，我也没有想到为什么它会变成我的教案。所以我真的跟你们讲，就是只要你觉得你现在这个动作是在吸纳，是在吸收，是在成长，不要怕当下没有出结果。因为结果会出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来，大家把那个右下角的这个二维码扫一下啊，右下角的微信二维码大家一定要扫起来，因为我们到1月份之前的直播都只在这个平台，不在大平台播，所以说呢，大家一定不要走丢。我们每一场直播之前会在我们的微信朋友圈以及我们金贵的社群去发布我们的直播链接，然后直播结束以后呢，也会给大家生成我们的直播回放链接啊。右下角的小黄车点开可以看到我们团队所有的服务，我们的语音、文字的这个咨询，以及单次的针对哼哈的探视听诊，还有我的闺蜜圈啊，还有我们的金贵的关系，都可以到右下角直接去下单。但是大家如果说通过我们的直播间下单了，一定要通过我们的微信二维码找到小助理，找到客服，跟他们说我下单了，我拍了啊，然后让他们去给你们开启服务。
好吗？我们这个月底会有3天的到杭州的哼哈10点半的一个跨年专场，我会跟大家在一起。这个跨年专场呢，我们一共是30个人，30个名额。现在提前就是表达对这个活动有非常充沛的兴趣的宝宝们，已经有超过100个人了，大家已经锁定站位了。还想继续锁定站位的宝宝，今天赶紧就去找你们的管理员啊，或者是找你们的客服。明天早上10点钟，我们这个正式的给大家开价，30个人报满之后就立刻锁名额了啊！我们后面没有连麦，因为我们的直播连麦现在审核还是比较严格。本来呢，我是跟大家说，我们在私域直播就是百无禁忌，什么都聊嘛。但是呢，跟各个领导沟通了一下，就是说建议这段时间还是不要啥都聊，咱们就还是稍微的好不好？就是控制一下自己内心的洪荒之力。我们每一场连麦是这样的，是先找到我们的小助理，然后把你们的整个的想要连麦的文案写出来给到小助理，小助理会帮你们做审核、做修改，会告诉你们什么东西是需要用替代词去替代的，然后会帮你们来排麦然后直播连麦是800一个连麦，800一个连麦是10分钟对呀，宝宝们，我能够出现在平台上面继续跟大家见面，其实这个就非常好，对不对？无非是上哪找到我的问题。我们总不可能是这样的，我们不可能全网都找不到我，总有地方能找到我，大家说对不对？只是说可能在有的平台找到你的人特别多，在有的平台他能找到你的人就比较少，因为能够被别人看到，能够被别人刷到比较少嘛。但是我肯定会在，对吗？想到这个地方不觉得其实也没什么，对不对？其实也没什么，未来我们还想去做一些更多的一些。我觉得往海外走，我还会往海外走，就是说我们的生意我们做的这个咨询的生意，为什么？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海外客户了，我们也可以作为一种文化输出，对吧？就是去讲这样的一些在比较传统的这种理念下面成长起来的女性，怎么去冲破这些传统的约束束缚，更加自信的去做自己，然后去追逐自己想要的，对吗？追逐自己想要的，不管是还是情感，都能够 say no。就是我觉得要想自由的第一步，其实首先就是 say no， 对吧？我能拒绝我不想要的，能够得到我想要的，这是一个更高维度的事情。但是首先是我能拒绝我不想要的，对吧？对，我有很多海外客户，我们的美国的客户，还有新加坡的客户，这个澳洲的客户都很多。我们海外客户挺多的，所以我们现在老师上班的时间都已经变成白班、夜班2班倒了。以前都是只有白班，现在因为海外客户多了，我们现在开始白班、夜班2班倒了。未来可能还会有完全就是跟我们就是可能按照美国时间来上班的老师都会有。但我们的导师跟外面你们去做那种情感咨询机构导师是不一样的，大家明白吗？我们的导师团跟外面的导师团队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别人可能是给你们做心理疏导，但是我们是帮助客户拿结果，这个是我们这个团队最大的差别。我们整个团队你们也听到了，每一场过来都有1v1的老师的学员，对吧？在我们这里发感谢信的，我们每一场都能够感受到我们的团队最大的特征在哪儿，因为我们全部是建立在金贵的关系下面的这个架构底下孵化出来的老师，全部是助力于大家拿结果的，拿事业结果，拿情感结果，拿婚恋结果，一定是要拿结果不仅仅是给大家做所谓的心理疏导。所有的做情感的这个人，他们都会说其实这个做情感就是倾听嘛，就是因为很多客户需要倾诉嘛。我们不是这样理解这件事儿的，在我们这里倾诉只占30%，你最好是少倾诉，70%我们就是解决问题，给解决方案告诉你这个话怎么说离你想要那个结果更近。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团队跟别人最大的不一样。最大的不一样，而且我非常有自信的一点是，这个东西别的团队它很难做到，因为一个统一的价值观构建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件事儿。
其他的地方他可能只能做到一个就是说考个心理咨询师证，对吧？跟你讲一讲这个心理学上的一些东西，跟你聊一聊原生家庭，跟你聊一聊你的现在这些情绪它的由来是什么。我们不讲由来，因为由来它是既定事实。我们这个团队，我们都不怎么去跟大家讲既定事实，我们只跟大家讲发展，讲未来，我们不讲由来。我不要去分析你这个问题是从什么样的原生家庭里养出来的，我们只跟你讲现在你是这样的，未来怎么做更好，这个是我们的方向。我反复的跟我们导师也会说，不要讲那些无用的废话。而且我跟你们讲，在我的理念里，虽然我没有读过1天心理学，但是我有一个想法意识是什么？就是我认为，如果想要一个人从原生家庭的悲痛当中，原生家庭那种就是给他营造的困境当中出来，第一件事情应该是遗忘。首先是失忆，跟原生家庭做隔断这件事情，不仅仅是从行为上、空间上的隔断，更重要的是从你的嘴巴上。首先我们就是不聊、不探讨、不提及、不回忆。如果我反复的跟你聊这件事儿，只会让你反复的再去提及这件事儿，不断去深化这件事情对你的影响。在我看来这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就应该做一个失忆的人，不需要记得的事儿我们就不要记了，我们只需要去畅想未来，畅想未来那个美好的未来我要怎么达到，怎么做到就可以了。这也是今天我最后下播之前给到大家的建议。如果你认为你的原生家庭给到你很多不好的影响，我希望大家今天能够在这里记住我跟你们说的话，就是失忆。解救自己的最好的方式是失忆，寻找最想要的未来的方式是找到一个你想要的对标人物，偶像，去寻找一个偶像，然后模仿他，模仿他说话的方式，模仿他的表情，模仿他的语气，模仿他的穿衣打扮，模仿他的所有的行为处事的特征，去看他写的书，看他写的自传，看他的每一天是怎么过来的，然后彻底忘掉你原来经历了什么，你爸妈是怎么教你的，这个就是正确的方向。每次我说这些话，你们就说我，别说我的偶像是，我说实话，我有点惭愧，我的偶像我没有看过他的自传。其实我从小到大，我最喜欢的一个人是周凯旋，我很喜欢周凯旋。但是其实因为什么我会喜欢周凯旋？我特别喜欢这种又能靠自己，同时还能就是也能把男人的这种资源玩得很转，助力于自己，同时还能特别的有感恩之心，不会向公众去说啊，我都是靠我自己，不靠别人。你们懂我说的是谁吗？因为这几个点，有些人是他达到一个结果之后，他会昭告天下说，我不是靠他，哎，我没用他，我这种我也不喜欢，因为这种我觉得缺乏感恩之心。对，周凯旋是李嘉诚的女朋友，那他自己很有能力，所以敲开了李嘉诚的门，跟他去以项目嫁接，然后跟李嘉诚在一起之后，然后又把李嘉诚的生意做得很好，又从李嘉诚这个生意里拿到了很大的份额，助力于自己的发展。然后到今天为止，他能够表现出一个就是永远的一个感恩的状态，默默无闻的在李嘉诚的身边，也就是说没有表现出那种很争很抢的那个感觉，对吧？让别人觉得很功利，他也没有，他整个人的感觉就是很平和、很稳健、很有能力，所以我很喜欢这样的女性。好啦，我下播啦，我们下一场是周六吧？周六早上10点啊。然后呢，大家一定要到我们的朋友圈和我们的那个社群里头去收我们的直播通知，好吗？右下角的这个2维码赶快扫起来啊！我们下播啦，拜拜。